谢天谢地，天爷保佑，我儿总算是熬过来了。大郎，快将药汤喝了，我去给你取饭。我真穿越了，成了长云县佃户之子，靠着父亲打鱼糊口。可半个月前，父亲出湖竟遭了水怪，再也没有回来。眼下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蝈蝈，吃饭饭。嬷嬷，你也吃点。这是蝈蝈补身体的饭饭，嬷嬷才不饿呢。大郎，你快吃吧，别管这馋丫头，等你病好了，家里才有指望。眼下不是侥幸的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这孱弱的身体先恢复气力。正如正室所说，只有沈秀涵站起来，这个家才有活路。大郎，除了欠白老爷的余租和药赔的赡板钱，前几日去城里抓药，还借了陈阿伯家200文，这些加起来，咱家要欠2两银子。早时，白家的管事又来催租了，他们说若再不还钱，不但要抓我去白家布房做苦工抵债，还要把嬷嬷卖进城里打入监籍。我会想办法的。嬷嬷乖，在家听你大兄的话，娘得去上工了。蝈蝈，你是要去钓鱼摆摆给嬷嬷吃吗？每日情报系统加载完成，本日情报已刷新。这是金手指。原本打算靠前世钓鱼经验去湖边碰碰运气的，但钓鱼这玩意儿玄不得很，空军是常有的事。可现在有了系统，情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蝈蝈，你啷个啦？没事，刚才在想去哪儿给嬷嬷钓大鱼。真的吗？可是外面好冷，雪好厚，蝈蝈病才好。所以嬷嬷要在家乖乖等着，大兄去就回。这是父亲用过的旧物，去年母亲编了个新的，旧的便闲置在这里。只可惜新鱼楼也随沈三槐再也回不来了。蝈蝈，这是爹爹给嬷嬷的钱，嬷嬷都攒着呢。爹爹以前说过，去鱼市上卖鱼摆摆要交摊费的。嬷嬷真聪明，快回去等着吧，今晚一定让你吃上鱼。嬷嬷想吃鱼摆摆，蝈蝈一定要多抓几条哦。就是这儿了。银背鱼是一种宝鱼，传闻其肉质晶莹剔透，鲜美无匹，内里蕴含着精纯温和的庞大血气。对正在饲养器械熬筋打骨的武者而言，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天然的十全大补药。因此，纹路越多的银纹鱼越是值钱。而现在，情报系统告知我这里有银背鱼，没上鱼前，我哪怕对系统有信心，心里也不免有些发虚。现在这个情况，可不能空军啊！来了！
银纹鱼，5文。是真的。银背鱼不仅气血充盈，且生性奇特，极好鱼色。每逢成年银背出没，水底必有一群品相极佳、身负4文以上的雌性银纹鱼相随。而我钓上来的这尾，足有5道银纹，这意味着冰面下真蛰伏着一尾银背鱼。这尾银纹鱼少说有2斤多重，按市价，寻常银纹鱼1斤能卖20文大钱，手里这尾足有5道纹，兴许还能溢价2、3文。光这一竿下去，便是40多文入账，够全家吃上半个月了，还欠陈阿伯家200文，更别提寒冬已至，米缸见了底，连过冬的柴火都没囤上。饥饿、寒冷、债务，3座大山压得我片刻不敢停歇。这点钱还远远不够，欠白家的赡板钱和鱼租，连本带利要赔2两银。鱼，我还要鱼啊！这么快？2围了。停口了。银背鱼活久成精，感知到危险，直接脚底抹油跑路了。宝鱼就是宝鱼，真警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系统锁定，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明日等我弄些好饵，非得把你盘上来不可。金龙帮高年，兄弟面生得很啊，哪家的？白家佃户，家父沈三槐。沈三槐，摆野摊儿还是进鱼篮？摆摊，规矩都懂吧？懂的。喏，就那儿，去吧。多谢。银纹鱼，嚯，鱼鳃鲜红，鳞片发亮，这鱼品相不错啊！大冬天的，小哥是捅了银纹鱼窝了。小兄弟，这鱼作价几何呀？4道银纹的1斤20文，5道银纹的1斤22文，至于这尾6道银纹的1斤25文，借绝还价。我要这一尾4文的，给我也来一尾。3尾4道银纹的卖出130枚大钱，手头宽裕不少。银纹鱼是金贵鱼货，能在野摊上买鱼的多半是平头百姓，或是寻常小饭馆的跑腿伙计，哪有什么豪绅世家？添上2、3文钱，听起来不多，但在他们眼里，都够去肉铺割2两猪肉了。用来多买一条鱼身上的花纹，属实是有些肉疼。这么好的鱼，难不成要砸在手里？马师兄，就是这里了。马师兄，别看这鱼市脏乱，但县里最新鲜的鱼货都是从这儿卖出的。韩哥，韩哥们儿，你的痨病痊愈了。多亏陈阿伯接济的救命钱，免捡了条命。嗨，咱们2家这关系，说这些见外的话干嘛？韩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内城通贝武馆的3弟子，麻师兄麻显阳。见过麻大哥，这些鱼是你的，怎么卖？6道纹1斤25文，其他的1斤22文。不算贵，全部算你25文，上秤吧。给多了，我来找零。不用，
沈兄弟以后有此等鱼货，或是更好的鱼，直接送到我通贝武馆就行，价格绝不会让你吃亏。原来如此，那就多谢关照了。陈安，你把鱼带回武馆，顺道送沈兄弟一趟，怀里揣着钱，在这外城可不见得安全。明白，马师兄慢走。沈兄弟，有好货即送去我通贝武馆，我那师兄好食鱼，价格不会让你吃亏的。马大哥放心，我记下了。陈安，欠你家的。韩哥儿，你跟我生分什么？我知晓你家情况，先紧着白氏的租子和山岛钱还，我家的不用着急。对了，兄弟，你小子大病一场，怎得跟变了个人似的？走吧，一起回家。不急，我先去东市采购点东西。成，那我把鱼送去武馆，咱们内城门口集合。韩哥哥，怎地买了这么多东西？家务余粮总得多备些，2斤粒米，2斤棒子面，半斤粗盐。本想打些酱油，一问价太贵，1两要20文，只好作罢。卖鱼到手扫30文，还剩270余文。马师兄那2吊钱可真是及时雨，你知道他什么来头？正想问你，马显阳究竟是什么人物？马师兄可是通贝武馆的内院3弟子，放眼整个长云县年轻一辈，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据说马师兄的修为已经到了炼血巅峰。小安子，这武道境界可否跟我细细分说？你我自家兄弟，有啥不能说的？武道一途分明境、暗境、化境3大境界，高的咱先不谈，单说练武的头一关明境。明境又细分3个小境界，为练血、练骨、练筋。练血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武道装功，催动体内气血奔腾。只要踏入练血的武者，受点不致命的皮外伤，恢复起来比常人快得多。有这3样特征，就算是练血大成，可以试着冲击练骨了。没错。那练骨呢？有什么特征？练血还没入门就惦记着练骨，好高骛远。去，罚你。炼金大师兄还未教，但大师兄说过，能踏入练血境，才算是武道入了门。这世上多数练武的，苦熬一辈子都迈不过这道坎儿，到头来，不过是练了2手庄家把式罢了。那我也羡慕你，能拜进内城武馆，也算出人头地了。若是小有所成，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退一步说，就算入不了门，凭在武馆学到的底子，往后去大户人家做护院，去镖局当趟子手，或者去县衙壮班谋个差事，这下半生的营生算是稳稳端住了。那倒也是，我娘说了，家里东拼西凑交了8两银子的书生，只要我肯吃苦，往后活供肯定不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也就是这2年的事儿。8两银子书生，1两银子兑1000文，8两就是8000文巨款。怀里揣着200余文，我就觉得自己发了横财。现在看来还差得远，想走正经路子拜入武馆，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韩哥哥，我到店了，就先回去了。蝈蝈回来啦！默默好想你呀！蝈蝈怎么去那么久？默默等了好久好久。哥哥去卖鱼了，赚钱给默默买炸鱼。是烤鱼骨，这是给默默的吗？当然。好吃，太好吃了！蝈蝈你也吃。蝈蝈，你今天钓了好多鱼摆摆吗？钓了不少大货。那卖了多少钱钱呀？你猜猜看。10文大钱。哇，好多钱钱哦！喏，这是默默入伙的分账，财不外露，快去藏好。大郎，这是今天钓到了几尾银纹鱼，娘，你吃可好吃啦！好，我儿长大了，有出息了。蝈蝈做的饭好好吃呀，比娘做的还要好吃。说来也是，大郎何时变这般会做饭了？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总得学着鼎力家庭，以后总不能老让娘操劳了。对了，娘，咱家里现在还有多少余钱？全在这儿了，满打满算只剩91文。娘，这些钱您收着，
往后我每日都去湖边打鱼，想必很快能把这钱账还清的。白家布铺发的工钱，本是1日8文，自打他爹走后，每次都会被克扣1、2文。大郎长大了，有出息了，娘这心里啊，既欣慰又发酸。这日子有盼头了。推演需15日，真言需半载，还魂需1年。得，那还说什么？打开今日情报，马显阳要杀我。昨日豪气干云的做派，竟全是他伪装的。情报言明，此人困于炼血已久，欲仰仗宝鱼冲关。想来他定是打探过各类宝鱼的底细，知晓银背鱼的习性特点，又因我是白氏佃户。白家是长云县顶级的门阀世家，通背武馆绝不敢兴碰白家。马显阳是怕我钓到宝鱼，顺理成章被白家收走，那他便断了机缘。所以昨日在鱼市，他看到我那数条银纹鱼，就起了杀心。马显阳，好一个马显阳，我记住了。梅霜武馆的梅霜峰在暗购宝鱼，若今日能钓得银背鱼，可从这梅霜峰入手，或许能寻得更好的破局良机。这都什么跟什么？你最好说的是收拾。所有情报中，目前看来这第6、第7条最为凶险。通背武馆自不必提，秘籍藏于后院，其内定然高手如云，堪称龙潭虎穴。而这吊海楼真传弟子的遗物及传承，长云县境内绝无此势力，那必是其他县乃至郡城里的势力。况且那淡金光点远在云水湖深处，而这具躯体的父亲沈三槐遭水怪伏击殒命之处，也不过是外围稍深的水域。眼下实力低微，绝不可去，往后再做计较。蝈蝈，我想吃烤鱼骨。一大早就这般嘴馋，娘正在灶间忙活潮食，今儿个可是有肉吃的，你当真还要吃烤鱼骨？那还是算了，默默要吃柚柚，晌午再吃草鱼骨吧。哇，没规矩，先带你去漱口洗脸。不要啊，蝈蝈救命！娘搓脸好用力呀，默默脸皮都要被搓破了。这畜生倒是精明，吃吧，多吃点儿，吃饱了才好上路。这宝鱼成了精了，当真通了灵性不成？啊！不好，打草惊蛇，这鱼不能要。好机会。好恐怖的力道！以银背鱼爆发出的蛮力，绝不能与之硬碰硬，否则竹制鱼竿和麻绳做的线恐怕会当场崩断。不行，再这么耗下去，非得被他拖进冰窟窿里不可。撑住，他快不行了，给我起！终于把你盘上来了，再钓一条。终于拿下了！我操！你放！你这畜生！若是父亲泉下有知，看到亲手做的鱼竿竟救了儿子一命，定然也是万分欣慰吧。手里这根断竿，凑合着钓一钓凡类河鲜倒是无妨。
可倘若再遇上银背鱼这等凶悍宝鱼，绝无可能抗衡。不过，也是时候换根杆子了。等等，银背鱼被我抓走，底下的银纹鱼必然受惊，若不抓紧时间钓上几抽，只怕很快就会散去。罢了，不能太贪心。那条宝鱼便是最大的收获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马显阳既已布下眼线，自己这么大拉拉背着宝鱼招摇过市，怕是十死无生。所以，宝鱼不能带进城。定位还在，那就不怕丢了。没有宝鱼气息。是些凡类河鲜。我去跟着他，你在此地守着，看那小子是否把东西交给旁人带进来。我懂。劳驾，通背武馆怎么走？往那儿直走拐弯就是了。来者何人？这位兄弟，劳烦通禀一声，马显阳马大哥昨日定下的鱼，我给送来了。马师兄不在武馆，你且稍待，我这就去通禀。这是我通背武馆内院二师更冯小宝。昨日那几条鱼是你钓的？正是。不错，那鱼炖汤味道着实鲜美。冯大哥吃着顺口便好。哈哈，跟我来。化剑级功法通背桩的原本就在那里。师傅，弟子冯小宝求见。何事？师傅，显阳师兄前些日子预定的鱼，这位小兄弟今日送来了。既然是显阳寻的渠道，收下便是。这等采买琐事，以后无需回禀，都交由你去打理。弟子遵命。便搁这里吧。你这篓中几尾鱼，注价几何？马大哥昨日交代过，皆按25文一斤计算。25文，那便依3师弟的意思。怎的全是4文货色？这银纹鱼背上纹路越繁，鱼肉便越发鲜美。莫不是你以次充好，来诓骗我的银钱？冯大哥明鉴，今日好不容易守到一条大鱼，非但没能钓上来，反将我这竹竿生生拉断了。在下恐银纹鱼搁久了不新鲜，急将这3尾送来。冯大哥若是不信，且看这断口，可是簇新的。哈哈哈，原来如此，算你有心，倒是我错怪你了。哈哈哈，正好，我那3师弟近来痴迷鱼市，置办了几竿上等钓竿，我去挑一根来与你使。马显阳沉迷钓鱼，还买了不少鱼竿，怕是为冲破炼血桎梏，不仅在外头广布眼收鱼，还妄图亲自钓出宝鱼来吧？先借与你使，拿了趁手的家伙，往后务必多给武拱钓些好鱼上来。这可是马大哥之物，小弟怎敢？无妨，马师弟移情去了长水县，没有10天半月回不来，你且用着，有什么事儿我一力担着。马师弟这钓竿买回来有1月有余了，去了3趟云水湖，连片鱼鳞也未曾钓得，回回都是两手空空。好家伙，合着这马显阳也是个空军佬。既如此，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小弟这便告辞。出来吧。二师兄，出了武馆这许久，在金龙帮混得如何？全靠几位师兄提携，师弟才有口饭吃。你小子离了武馆几年，倒变得油滑了不少。说正事，显阳交代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回二师兄，师弟跟了那小子一路盯得死死的，确定他身上没有宝鱼。田二虎那边一直在内城门口，也毫无收获。那便继续盯着那小崽子吧，不可松懈。是。我把显阳的钓竿借给了他，等显阳从长水县归来，自会去寻他要回。要知道，显阳的东西可是白拿的，届时他若拿不出宝鱼来租金，哈哈哈哈！二师兄高明，方才冯小宝的借竿之举，表面看似豪爽，实则在逼迫我接受。若是拒绝，对方指定会当场翻脸。老板，这高粱面怎么卖？
把腰马扎稳了，想要出人头地，就得吃下苦中苦。腰松胯垮的，回去加练1个时辰。阁下看着面生得很，可是来我武馆拜师学艺的。敢问姑娘，可否代为引荐梅馆主？家师清修，概不见客。阁下若非拜师，还请回吧。姑娘稍等，在下手中有宝玉的消息。跟我来。不敢贸然开口，所以只提了鱼消息。没想到他反应如此剧烈，看来梅氏武馆对宝鱼的渴求远比我预想更逼切，或者说，这银背鱼的稀罕之处还要在我预料之上。你当真确信有宝鱼的消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若是敢拿虚言诓骗，再想后悔可就晚了。姑娘大可放心，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在梅馆主面前大放厥词。在此候着。说实话，我着实是不愿赌情报上所言的梅双风亦有正道之风是真是假，但有人逼着我上赌桌，从踏进内城被人盯上时，我便已确信马显阳绝不会善罢甘休。马显阳去了50列外的长水县，没有10天半月回不来。我必须趁这个间隙，寻一个靠山，争一线生机。师傅准了，跟我进来。你有宝鱼的消息？回馆主，宝鱼在下已经钓上来了。在何处？城外。是何宝鱼？银背鱼。你既得了这般机缘，为何偏偏要将鱼卖于我？回梅馆主，是因昨日在鱼市卖鱼，恰遇好友与他家师兄搜寻宝鱼，又从他口中听闻梅氏馆主素有正气，便想来碰碰运气。还行，没撒谎。不过你说告知你我素有正气的人是你的好友？是的。离你那好友远点吧。什么意思？难不成情报出错了？等等，我想起来了，梅氏武馆主梅双风却亦有正道之风，身负恶名，可恶啊！罢了罢了，你且先将宝鱼带来，我验过真假再。对了，你方才说你那好友与他家师兄在收宝鱼，是哪家的？回馆主，是通北武馆内院的马师兄马显阳。你确定是他？确定。在下好友便是拜在通背武馆院，我亲耳听闻他们是去寻购宝鱼的。昨日我钓了几尾银纹鱼，马师兄很是关照，不仅高价买下，还嘱咐我说，往后有银纹鱼或者更好的鱼，尽管送去通背武馆，价格绝不会让在下吃亏。方才我也是先去的通背武馆，只是马显阳师兄不在，说是去了长水县，我那好友也不在，我也不认识通背武馆其他人，又担心宝鱼出水太久，气血大减，这才斗胆来寻梅馆主碰碰运气。你且先行出城，我随你走一遭。若你所言为真，果是那银背宝鱼，我梅氏武馆定不亏待于你。遵命。母亲，这小子的话当真可信？8九不离10。鱼在何处？馆主，这便是那条银背鱼。不错，气血充盈，银鳞分辉，确是货真真价实的银背鱼。凡水族年份愈久，蕴含的气血便越发磅礴，也愈是千金难求。这条能转价20两。小子沈修寒一心向武，愿以此鱼为礼，
叩请梅馆主收我为徒。礼便罢了，我梅家武馆开门授徒自有一套规矩，这银背鱼该值多少银两，我自不会少你的。至于拜师，今年多大了？刚满17。17，对武道筑基而言稍迟了些。古风未彻底闭合，筋膜亦有韧性，尚有雕琢余地。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拜我为师，需缴纳数勋，交多少钱学多少武。明白。该交的数书只管从宝玉的银钱里扣除便是。外院弟子半年数勋8两纹银，半年便可变武道资质优劣。若能突破炼血境达明境初期，即可升入内院深道；若无寸进，趁早弃武，另寻出路。弟子定当悬梁刺股，勤学苦练，绝不负师父成全之恩。明日4时前来武馆外院报到，自会有人传你基础装功。至于能修到什么境地，便看你自身的造化了。为师今日出门仓促，未曾携带足数银两，这3两银钱先与你，扣除8两束修，余下的9两，等你明日来武馆时，为师再一并补齐，如何？自是可以。宝鱼一旦脱水，体内精纯气血便会迅速流失，幸而你心思机敏，懂得用冰块封存，这才堪堪保住了药效。馆主过誉了。万事明日再论，走了。嚯，这就是金钱鼠过冬的食物。这么多野货放在内城，起码要卖上100文钱。现在不缺钱，用来补养身体正好。这石头似乎不一样，先收起来，待日后有了见识再做计较。砍死他！砍！追！敢惹我黑狼帮，今日就叫你死在这儿！这外城可不比内城，宣坊、东西坊、小静湾这等地方，却是3教9流的帮派天下。抢劫、厮杀乃是家常便饭，底层贱民死便死了，没人在乎。娘，今日怎回来的这般早？蝈蝈，大郎，近些日子不太平啊。布房里同我一起江洗的刘婶子说，她住的那顺昌坊前几日丢了个4岁的小闺女，上路时还劝我，要我千万看好默默。结果到了未时，他家男人便跑到布坊寻她，说小孙子不见了。刘婶子当场就晕过去了。后来听外头都在传，说是县里流窜了一伙拍华子，专门掳掠童男童女。娘放心下默默一人在家，连今日的工钱都没敢要，便急匆赶回来了。大郎，娘想着近几日外头这般凶险，娘暂且不去布房上工了，留在家里编些渔网拿去集市上卖，贴补些家用，你看成吗？娘，从今往后，咱们家欠的那些债款再也不用愁了。大郎，这你从哪儿弄来的银子？娘听我说，孩儿今日运道好，捉了1尾银背鱼，我将鱼卖给内城梅氏武馆。馆使见我根骨菜可，不仅20两银子买下鱼货，还将孩儿收入武馆外院。娘，从明日起，孩儿便能修行武道了。武道外院弟子？正是。娘，孩儿日后也与陈安一样能学武了。真的？真的。他爹啊，你睁开眼看看呢，大郎一日比一日出息了。你若在天有灵，可以合眼安心的去了。蝈蝈，娘为何哭呢？因为娘很累，
蝈蝈，为什么我也想哭呀？默默别哭，看我给默默带了什么好吃的。哇，是蝈蝈！这叫果果。蝈蝈！算了，随你叫吧。大郎，你方才说你抓到的那鱼叫银背鱼，可是当年你爹捕到的那种。正是。哎呀，坏了！大郎，咱家是白家佃户，捕的鱼或案例都要交与白家的。娘且放宽心，这鱼是卖与我师傅的，他自不会往外张扬。只要咱们闭口不提，旁人又如何知晓？娘，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今日算是咱家的大喜之日。您带默默回屋歇着，儿子亲自下厨，好好置办一桌。大郎，这是什么面？铺盖面。咦，蝈蝈会做面面给默默吃，好吃以后常给你做。蝈蝈，面面好好吃啊！默默以后每天都要吃面面。确实好吃，怕是内城的饭馆酒楼也做不出这等面食。蝈蝈，咱们家也再开个饭馆吧，这样娘就不用辛辛苦苦去给人家洗衣服啦。这主意倒是不错。本日情报已刷新，自枯树洞得来的暗幻作原石，其内蕴含精纯天地元气，对于刚进期武者修行大有意义。刚进期武者，莫非是凌驾于化境之上的武道境界？不错，光凭这一则消息，便算大有收获了。这原石绝对是天大的机缘，万万不可漏财。通背馆主严啸与妻宋嫣容陷害岳父宋恒江夺馆，逼宋画堂交出通化境原本，严啸和胁迫岳母妄图财色兼收。好家伙，牛啊！这严啸什么行为？还有那宋嫣容当真可恶。情报一：昨日冯小宝应借钓竿，居心叵测，想破机拿捏你，独占宝鱼。果然如此，冯小宝从马显阳得知内情，通背武馆上下都该死。哦，陈安不用死。梅双风见你雪中长贵，向往武道，酷似王子江洛云，不由心生恻隐。江洛云生前最喜于善和梅双风亲手熬制的一汤小食。原以为梅双风只是看中了银背鱼的价值，却不曾想还有这般隐情。长云、长水两县常有孩童失踪，坊间传是人贩子所为，实则是长云白家暗中谋划。母亲说刘婶孙儿遭拐，众人以为是人贩子，原来是长云白家豪门掳孩童，意欲何为？听闻白家青楼女子多是掳来或买来的死气奴婢，想来失踪孩童定遭其毒手。这群衣冠禽兽丧尽天良。默默恰好也在这个年纪。不行，往后不能让娘和默默单独留在外城乱走了。长云县内城通背武馆后院收藏着化境集庄宫通背庄原本。这情报的刷新规律，似乎都与我接触的人事有关。假以时日，我便能看透所有人底细隐秘与软肋。不全要刚，要马合一。徐琛，带修涵四处转转，讲讲武馆的规矩。其他人继续早习。在下徐川，内院二弟子，你唤我一声二师兄便是。见过二师兄。自家师兄弟，勿需多礼。走，师兄先带你认认门路。前院、外院弟子演武，大熬气血之地。内院弟子自修行、考核武艺之所，那是师父与大师姐的清修起居之所，未得传唤，万万不可擅入。师弟明白。善堂、冰库、
设防，一应俱全。沈师弟，外院弟子规矩：一，不可在外随意打出武馆名号，仗势欺人，惹是生非；其二，要尊师重道，同门不得相残，否则师傅必会亲手清理门户。你可记下了？师弟谨记于心。师兄，那我何时开始练武？嘿嘿，你瞧，急了不是？武道一途最重根基，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沈师弟，你可知这武道第一关明禁期的3大门槛？略知一二，可是练血、练骨、炼金3境。6月扣血门，3载熬筋骨。莫道学武不吃苦，偷奸耍草难成虎。万事开头难，基础尤为紧要。你头几日入武馆，都是由师奉亲自督导传授庄功，待你入了门，才跟着我等一同操练。练武先练心，心稳则全稳。原来如此，是师弟急躁了。哈哈，不碍事，我等也是从你这般过来的。对了，师兄，你所说的6月扣血门3载熬筋骨，又是何意？此为明禁3关，6月扣血门，根骨不差者勤练庄功，半年便可气血涌动，踏入炼血境，气血圆满再现炼骨。你眼下只需半年内感应气血入门即可。6个月，难怪昨日梅双风说半年光景足以看出我在武道上是龙是虫，原来是这个意思。6个月太慢了，马显阳不会给我这么久。师兄，是所有人都得6个月才能感应到气血吗？那自然不是，6个月感应到气血，只能说堪堪合格。武道天赋真正优异者，多则1、2月便能感应到气血。哦，那师兄感应气血用了多久？哈哈哈哈！我用了37天。37天，怪不得是内院2师公，果然天资卓越之辈。那2师兄可是咱们武馆内最快感应气血之人。非也，比我快的还有一人，便是咱们大师姐。大师姐当年只用了18天便感应到气血，也因此，大师姐与长云县的白鲸、罗唐音、赵洪刚并称为长云4杰。师兄，你们修炼的这般快，让师弟压力好大。万一我根骨太差，6个月都练不出气血。哎，哈哈哈，谁告诉你，我们都是光苦练就练出气血的？啊，有句老话叫穷文富武，武道一途，除了自身天赋，诸般修炼资源也必不可少。师傅秘制药膏涂身，练功时药力入体，修炼事半功倍。师兄，那宝鱼呢？我听闻坊间传言，武者11条宝鱼足抵数月苦练之功。大错特错，10宝鱼堪称暴殄天物，还请师兄解惑。宝鱼浑身蕴含灵气，生吃药力损耗极大，需配灵药炼丹留存精气，其骨簇还可铸削铁如泥的神兵。说到宝鱼，我听闻你昨日是背着鱼篓登门的，想必也是个湖上讨生活的渔户。正是。那你日后若是摸到了宝鱼，大可直接卖给师傅。师傅他老人家正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丹师，不仅如此，对内院弟子售价公道，比黑市的丹药便宜1、2成。原来如此。昨日欠你的余钱，自己打开点点数。多谢师傅。公平买卖，何须言谢？初学武道，根基最为紧要，这几日便由我亲自教导于你。劳烦师傅费心。习武筑基，守在蓄养气血。然则何以养血？必先运用庄功，引血归经，感应气血运行，而后壮大周天，待到气血奔涌，沸腾如汤，方成武道。此乃我梅氏武馆玄鹰桩，取意玄鹰凌霄，猎骨擒龙。站桩之时，切忌形如朽木，死板僵立，掌化利爪，凝气聚力，意想胸千斤巨石，双爪托举，缓缓上抬至胸口。劳宫发热发胀，双掌向内合扣，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玄鹰桩是否推演系统触发了，情报积攒不足，退可开启推演。不出所料，不过这推演虽眼下无法动用，却也并非全无收获。你来试试，照着我方前的动作走一遍，装法晦涩，未能尽数记下也无妨，能照猫画出几个装饰，便算几个。明白。还不错。头一次练桩便可摆出3个架子，在武馆内已算中上了。师傅，武馆中师兄师姐们头一次练桩能摆出多少桩架？内院5人皆是3桩以上，多想无用，武道最忌心急。你今日将这3个桩架练熟练会，每日添2、3个，不出10日便可打上一套完整桩功，届时便能尝试感应气血了。是，师傅。与其他人一道练习吧。我这天赋实在平平无奇，若按不会就班练下去，怕是得4、5个月方能感应到气体。
所以积攒情报用以推演玄鹰状，已迫在眉睫。师兄，就这咸菜吃吧，可香了。谢了，不过我今日方才入外院，按规矩理应唤你一声师兄才是。我只比师兄早来2日，年纪小，根骨也差，不敢。晨练时我瞧见沈师兄仅一上午练会了好几个庄稼，武道达者为先，自该是我唤师兄。师父说武道一途最忌心浮气躁，庄公须得文火慢熬，假以时日，总能窥见门径的。理是这个理，只是觉得我这般懦惰，实在愧对大兄含辛茹苦供我向武的苦心罢了。特么的，那小子唐南不这2日没摸到鱼，连城都不进了。有可能，从明日开始，咱们陈氏就城门处候着。马师兄去寻宝鱼换丹，咱俩办好看事，有望破明镜。大人，不是说好的2两银子吗？怎么又加了？我家大郎已经赚到钱了，这些都还给大人。说好的2两是不假，可你当时也没还上啊，硬是拖了3日。这期间的利息嘛，1日200文，不算多吧？求大人稍待，我家大郎晚些便回，定会把利钱还上。晚了，我家公子宽限你3日已是天大的恩德。既然拿不出银钱，那便拿这小丫头抵债吧。娘，哥哥救命！住手！你便是沈家大郎？正是。我乃白家3公子白扶风，你家欠的钱何时还上？欠你的钱还你。本家大郎，你似乎很有钱啊。远不及公子，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公子竟带人强舍妹，这事儿若传出去，知道的是白公子您在收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外城传言里那些丧尽天良的拍花子呢。区一个下贱佃户也敢编排主家，老子现在就拔了你的舌根！慢着，沈大郎切莫随口胡言。近来县里孩童频频失踪，已然惊动县衙。我白家向来清白，还在协助官府查办此案。你这番话若是被旁人听去，难免给白家惹来流言绯病。情报上写的明明白白，拍花子案背后就是你白家。方才见自己掏出利钱，这白字峰仍不死心，我便断定对方收债是假，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掳走沈嬷嬷。公子莫怪，大郎年轻气盛，又对他小妹护得紧，一时冲昏头脑才顶撞公子。你这孩子，快给予公子赔罪！是秀涵失言了，我也是听到内城里的传闻，一时着急乱说的。本公子也是从内城来的，怎未曾听过这等荒谬传言？你是从何处听来的？哦，是在通贝武馆里听到的。你去通贝武馆作甚？自是去送鱼啊。通贝馆的冯师兄、麻师兄待我极为照拂，不仅出高价包办了我的鱼货，还说我捉到更好的鱼，皆可送往通贝武馆，价格绝不会短了我的。公子，您看那边，这是我白家城南住曲坊里特制的钓竿。公子好眼力，这正是通贝武馆的马显阳师兄为方便在下捕鱼，亲手赏赐的钓竿。回去立刻查，看看通贝武馆的马显阳近日可曾在我家铺子里购买过此等器物？遵命。三公子，此事就这么算了，要不属下折回去，干脆把那一家子……不可轻举妄动。家主有令，近日风声太紧，行事务必低调。明日你等派人去东西坊，把那个姓刘的小女孩弄到手再说。那咱们之前在云水湖里弄死那沈三河老东西，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你这狗奴才是嫌命长了是不是？啊！管好你那张破嘴，再敢乱嚼半个字，本公子剐了你喂狗！是，属下该死，谢公子饶命！大郎，咱家欠的账，当真就这么两清了？两清了。蝈蝈，大坏蛋都走了吗？他不会抓嬷嬷了吧？白家人会不会再来，我不知道，但最好别再来，因为下一次我绝不会让他们安然无恙的离去。看，兄长为嬷嬷带了什么？
好甜哦！果果，糖葫芦好好吃哦。你看谁？你说什么？二师兄，都怪师弟办事不力，那小子不知何时竟拜入梅氏武馆了。你确定没看错？确定，我特意凑近瞧了，亲眼看着他换的徐川师兄。废物东西，连个外城泥腿子都看不住，要你何用？二兄息怒，师弟来时琢磨了一路，他一个穷佃户，哪来的8两银子教书生？二师兄，那小畜生定是已经把宝玉捉上来了。他消失2日，怕是用了什么法子将宝玉卖了换钱，才交上庶勋拜入梅氏武馆的。好胆！拿我师弟的吊当捉到的宝玉，就活该是我通背武馆的东西。走，带人去梅氏武馆要账。嚎丧什么？都给我抄家伙！谁干的？是快班的差役打的我们。二师兄，您可得给师弟们做主啊！你没报咱们武馆名号吗？报了，可他们下手反而更黑了，还把南氏2家赌馆全贴了封条。快班，我没记错的话，那快班捕头是白家2公子白秀安吧？就是他，是白秀安亲自带人封的门。白家，可恶！我得立即禀报师傅。沈师弟，你这进境倒真是出人意料。原以为得4、5个月才能感应到气血，照今日这势头看来，或许2、3个月便够了。师兄过奖，师弟练武本就晚了些，只好笨鸟先飞，只盼勤能补喷。不错不错，继续保持。武道一途最要紧的便是这份坚持，能吃苦肯下功，便没有练不出来的。装什么武痴呢？倒显得我等背懒了。外应来的，想必只知束修昂贵，拼了命的练。就他这帮打不出几日，就得把筋骨练废。少说2句吧，人家练得勤快还有错了？沈师兄，这是我兄长让我带来的。他听说你分我便饼吃，让我带些家里腌的芥菜送与师兄。尝尝。师兄使不得，我不是。拿着，吃。肉馅儿的，多谢师兄。听说了吗？白家和通背武馆干起来了啊！真的假的？千真万确，白家把通背武馆的赌坊端了，方才赵洪刚、冯小宝带着一众外院弟子直接去了县衙讨要说法。动手了吗？真刀真枪的干。赵洪刚、冯小宝联手围攻白秀安，动静太大，把白家大少白晶都给惹出来了。白晶，长云4绝之首。是啊，白晶不愧是半只脚踏进案件的狠角色，空手下场，一个人压着赵冯2人打。通背武馆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白家头上动土。我最开始也纳闷，直到镇东武馆的王玄阳站了出来，挡下了白晶。王玄阳可是传闻中20余岁就突破案件，听说还是镇东将军之子的王玄阳。不错，难怪通背武馆敢和白家硬碰硬，原来是有镇东武馆当靠山，这就说得通了。聊起来了。昨晚我本意只想让白家给冯小宝找点麻烦，拖延一下自己被找上的时间，没曾想拔出萝卜带出泥，直接让长云县的几大势力卷入乱战。乱点好，越乱越没人顾得上我。塌了天也有高个子顶着，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熬过这10来天。重心太浮，重来。下盘不稳，装步犹如风中败絮，再练。鹰爪无骨，软绵无力，去举一个时辰青石锁。沈师弟，罗师姐，师弟木须多礼，我不过见猎心坏，与你闲叙几句罢了。方才考错，师父对沈师弟可是满意的紧呢。
想来以师弟的进度，叩开血门踏入内院，恐怕只是迟早的事儿了。师姐言重了，诸位师兄师姐修为皆领先于我，师弟不过是笨鸟先飞，当不起这般谬赞。师弟如此刻苦，实在难得。只是武道素来讲究3分炼7分药，若一味干熬气血，只怕伤了自身根本。今晚我在醉仙楼包了个雅间，备了些气血药膳，不知师弟可愿一聚？罗巧沁这等大族旁系子弟，盯着武馆里冒尖的好苗子，趁未发迹提前押宝拉拢。但我一个武徒有什么价值？这不过是士族子弟惯用的育人手段罢了。多谢师姐美意，只是小弟资质愚钝，庄功尚未纯熟，仍需日夜苦练，不敢分心他顾。师姐的好意，少弟心领了。师弟武道之心坚韧，师姐便不强求了。咱们来日方长。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玄阴桩，是否推演？是。摒弃杂念，日夜苦熬玄阴桩，于第4个年头，庄公破入小成之境，并成功感应气血。你寒暑不作，历经9载风霜锤炼，玄阴桩终真至大成，领悟行气大门径，同时气血大成，迈入炼骨之境。第13个春秋，你玄阴桩功行圆满，摸透骨架发力之精巧，对这门桩功的领悟已达顶点。修为真至炼骨巅峰。第15年，你对玄阴桩的理解再次攀升，悟出武技天玄阴劲。卸去外衫，脱衣散气，莫要分神，上桩，引导气血，起手势。气血沸如汤，数9抗寒霜，沈师弟这是叩开血血门了！浑身赤红如火，热气蒸腾成雾，绝对是突破炼血境的异象无疑。这怎么可能？他才入院几天？16日，算上今日，满打满算正好16日。16日便叩开血门，比大师姐还快2日。大师姐可是用了18天。师傅，形随意走，意在爪前。宛如玄阴昂首，玄阴桩小成。什么？16天突破炼血已是骇人听闻，竟然连玄阴桩也练到小成了！这他娘的还是人吗？早知这沈秀涵天赋如此之高，前几日考料之后，我就是生拉硬拽、死缠烂打，也得将他拉在自己身边。不过，只要他还没正式被招揽，补救也为时不晚。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在意识归超的那一瞬，我的玄阴桩便已越过小成、大成、迈入圆满之境。可木秀鱼龙封闭摧之，狗在乱世底牌，永远不能全亮给别人看。完美演示了，就更能神重给武者看。师傅，弟子信不辱命，已叩开血门，踏入明境了。不错，非常不错。从今日起，你便免去外门考验，直入内院修行。叩开炼血关，入了内院，才有资格修习真正的武技打法。只有配上相得益彰的武技，玄阴桩这头蛰伏的苍鹰，才算生出撕碎敌人的利爪。弟子遵命。跟我来内院，徐川，你也一并来。是，师傅。武道一途，犹如平地起高楼。站桩是打熬气血，夯实地基，等地基固若金汤了，才能再往上走，去练技法。但想要催动技法，就必须配以特殊的呼吸法门。我没试这套玄阴桩，内含一整套暗劲级的呼吸法，以及36路完整打法，名唤天玄阴劲。这门功夫不讲虚的，只认8个字：拆骨拔筋，一招见血。练它就是为了杀敌。徐川，起势。看好了。这招叫裂石分筋，冲着废人膀子去的。轻拿让人脱力，重扣直接卸掉肩胛。精髓在于专打他必救的软肋，一招拔掉还手之力。
喉管是罩门，爪法够不够毒，不在于跟人生死硬汉，而在于见缝插筋，炼至高深处，专捡那筋骨的缝隙里钻。一旦摸上死穴，扯断喉管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虽在推演中领悟了天玄阴劲的全部招式，可亲眼见梅双风演示才明白，论起招式的老辣阴毒，对敌搏杀的火候拿捏，自己差了不止1星半点。方才36步，记下多少？全记下了。打一遍看看。是。好悟性，看来我想的不错。修寒在武技上的悟性极高，否则也不可能10多天便将玄阴桩练就小个成了。这36路繁复无比，当年我可是练了好些时日才勉强记下的。修寒悟性虽属上乘，然出涉杀伐斩技，这打法还是太过架子化了。武技练的就是心黑手毒，外头真刀真枪的干，可不会跟你讲擂台规矩。真动起手，就得用最快最残忍的法子，能杀敌就是好招数。从明日起，你便留在内院，跟着徐川对练，明进3关。练血之上还有练骨，练骨之上更有练筋。武道如攀峰，你才迈出第1步，切忌心生骄劲，好高骛远。弟子谨记教诲。哈哈哈！恭喜师弟入内院了。师弟修寒见过二师兄，日后在这内院的修行，还望二师兄多加照拂。哈哈哈哈！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蝈蝈回来啦！蝈蝈，你看，这是鸡子，那只老母鸡肯下蛋了。蝈蝈，你吃。还是给默默吃吧。默默不能吃，娘说了，蝈蝈练武是要出大本事的，得吃鸡子补身子。好生水灵的小丫头。带默默进屋去，把门拴好，这里我来处理。小子，拿了我麻师兄的鱼竿，怎么就没后续了？让你送的鱼呢？马显阳回长云县了，我拜入梅氏外院的消息定然也传到他的耳朵里，惹起了他的猜忌。而眼下尚不知马显阳打的什么主意，暂且先以退为进，摸清虚实再说。两位误会了，这半月恰逢武馆考核，在下日夜苦练，不敢懈怠，这才误了去打鱼的差事。呸！少拿梅氏武馆来压老子！未得真传的外院弟子，也配在外头打出师门名号，狐假虎威？小子，别给脸不要脸！梅氏武馆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外院烂泥腿骨来趟金龙帮和麻师兄的浑水。实话告诉你，你小子钓上宝鱼换树书的事，麻师兄已然洞悉，但他大人有大量，不欲与你个小辈计较。否则今日来此的就不是我兄弟二人，而是麻师兄亲自登门。麻师兄发了话，2日之内，你若是乖乖交出一条宝鱼来孝敬师兄，那拿鱼竿不办事的过节便一笔勾销。那等天生瑞兽的宝鱼，又不是河滩上的破石头，说捡就能捡。区区2日的光景，我便是通天的本事，又上哪儿去变出一条？就2日，2日后若是见不着宝鱼，嘿嘿，到时候你这老娘和那水灵的小丫头，可就别怪兄弟们不懂怜香惜玉了。我们走。马显阳，还有这2只金龙帮的掉牙，如我亲长，继我幼妹，你们已有取死之道。本日情报已刷新，情报1：马显阳推测你可能掌握某种寻觅宝鱼踪迹的秘方，若你不肯交出此法，他将杀你全家，除绝后患。情报2：于哲，金龙帮帮众，无气血，受马显阳指派行监视之责。当前为内城槐树街毒坊，正饮酒之书，预计丑时醉归东西坊相好暗交家中。情报3：田二虎，金龙帮帮众，无气血，与于哲同受马显阳差遣，
当前位置宿于外城野瓷坊2福街由东向西第5家。这马显阳竟阴差阳错地蒙中了我的底牌，他盯上我那莫须有的寻宝秘方。不过马显阳我暂时惹不起，但2个连气血雄关都未曾叩开的蝼蚁，也敢在犬吠狂跳，当真是活腻了。滚蛋！明日于哥还有正经差事要办，改日再来。替马师兄干了不少脏活烂事，总算凑够了1粒血元丹的钱。这世道唯有叩开血门的武者才算得上是人，不成武者，哪怕手底下管着110号破皮，也不过是随手可弃的牲口。马师兄说的对，那小子无传无往从浅滩捉得宝鱼，何其难也，定是掌握某种寻鱼偏方。到时候剁他寡母2根手指头，不信秘方不吐出来。脏事做得多了，连走个夜路都疑神疑鬼的，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郎姓齐，姐姓齐，陪嫁个丫头也姓齐，齐家女儿嫁来齐家去，半夜里翻身齐对齐。不好！饶命！这人在金龙帮混得不低，也算个好手了，碰我却毫无还手之力，连反应都来不及。看来普通人与武者之间的差距比想象中还要大。不过敢打默默的主意，你死得不冤，收获不小。不过天玄英进的痕迹还得处理一番，正好金龙帮和海波帮不对付，就让你们狗咬狗。娘的，是梦啊！放眼整个金龙帮，我虽未能叩开血门，可论其手下的真功夫，绝对排得上号。全赖胞弟平安传授的军中横练硬功铁骨功了。谁？滚出来！该死！不知是哪一路朋友，在下金龙帮田二虎，有话好。我也。听说了没？金龙帮的人一早发疯了，出什么事了？据说是金龙帮成员昨夜被人给宰了，死状极惨，尸首就在自家堂口处。嚯，那指定是乱波帮干的。乱波帮？可是那拳刀双绝郑大刀的地盘，就是他。郑大刀乃是军武退下来的汉族，在长云县明镜武者里号称喊风徐首。那金龙帮能咽下这口恶气？咽个屁！金龙帮帮主高福天没亮就点齐了人马，杀奔宣丸坊，叫嚣着要让郑大刀血债血亡。可问题是什么？乱波帮的反应很奇怪，似乎很是委屈。有个堂主甚至发誓说此事绝非他们所为，否则天打五雷轰，意思是有人暗中栽赃陷害。好家伙，那郑大刀岂不是平白替人背了口黑锅？这他能乐意？他乐意得很。郑大刀不仅没怯战，甚至还当街嘲讽高福，趁机竖起大旗，号召所有被金龙帮欺凌过的人并肩子一起上，彻底挑了金龙帮的堂口。好深沉的心机。之后自然是兵戎相见，两大帮派当街火拼，打得天昏地暗，据说连大道都被磨灭了。你说的大道，不会是成华大道吧？
师兄。见过师兄。看来田二虎已死的消息还未尚未走漏风声。也罢，让这浑水再多沉淀几日，于我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昨日，系统在识海推演中不仅将玄阴桩砍倒圆满，悟出天玄阴劲，连修为也推到了炼骨巅峰。本以为意识归窍后，只反哺了庄公理解与武技招式，那15年练出的修为未能尽数带回。寻常武修自叩开血门起，要将炼血境修至圆满，少说大半年乃至1载。然而我方才连打5遍庄公，每遍都觉气血迅速暴涨。照此进境，将气血重新蓄满至推演中的炼骨巅峰，顶多只需2月过后。若再寻些药膳丹丸辅佐，速度还要更快。也就是说，炼骨巅峰前，我的武道之路一马平通。那若下一次推演突破至炼金、暗金、化金，岂不是武道与我再无半分瓶颈桎梏？原来这才是推演真正逆天改命的无上妙用。师弟想什么呢？快过来，瞧瞧师兄给你带了什么好宝贝。看这成色，莫不是什么毒药？瞎说，此乃乌木补元汤，大补之物。师傅专给内院弟子的份例，每7日才得这么1碗，外院弟子根本没有，想喝就得掏钱来买。莫看这药汤卖相磕碜，药力可是霸道的紧。内里添了血藤、培元参、黄灵叶等大补之物，红血补气，还加了乌木精、固本锁精，由师生亲自熬煮，每7日也就10碗的量。唯有身在武馆的内院弟子，方能按例分上1碗。若是外出灌职当差的，便算错过了口福，多出来的面额才会作价发卖给外院富家子弟。师兄，这1碗得多少钱？6钱。师弟你若手头紧巴，也切莫为了这点钱倒卖份系。若是让师傅察知，定会心生不悦。你若是真缺银子周转，师兄我虽不富裕，但匀出1、2两借与师弟还是拿得出的。师兄多虑了，这等壮大气血的药汤，师弟自用还来不及，怎舍得调卖？感受不错吧？相当不错。仅仅1碗补元汤，不到1个时辰，便让气血总量暴涨了2成半。照此进度，我有把握在2个月左右，就将全身气血练至炼血大成之境。走，先去吃午膳，吃完后你我再对练武技。好。长云县靠水吃水，内院弟子顿顿少不得河鲜。今日这黄鲳足有2斤，拿去西市能卖12、3文，够在东市割1斤猪五花了。伙食的确不错，只是这汤淡了点。不错，稳扎稳打，争取早日叩开炼血，踏入内院。届时你大兄也不必再旷井下役了。师弟明白。来吧！于哲确实死了，田二虎呢？我去野刺坊瞧过了，人不见踪影。院内有血迹，地上有打斗痕迹，只怕是凶多吉少。难不成真如坊间传言，是乱波帮兵痞干的？若是正大刀下的手，为何只有于哲的尸首，田二虎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昨日才遣他2人去小径湾敲打那姓沈的泥腿子，当晚便双双丢了性命。天底下哪有这等凑巧的事？你是说，是那姓沈的泥腿子下的手？不对，不可能！他才进梅家武馆几天，要神不知鬼不觉做掉于哲和田二谷，非得是叩开血门的武者不可。自然不会是他。依我看，要么是江青红下的手，要么就是梅双风亲自出面了。应当是那小子把用不保鱼的秘方孝敬上去了。梅家得了天大的好处，自然要替他出头。师兄，过几日便是各大商会世家招募客卿护卫的例日，方才各家管事派小四递来名次，说是也会来咱们武馆考成外院师兄弟。
这2个月来通背武馆，又未曾出过叩开练血的苗子，他们何须跑这一趟？弟子也多嘴问了一句，那传话小厮说，各家管事反正也要来城东地鉴，便顺道挨个武馆都转转，还说万一要再错漏一个天才，他们回府可吃罪不起。错漏了哪家武馆的天才？给老子把话说明白些！是梅氏武馆，说是梅家武馆出了个姓沈的外院弟子，才入院10余日就叩开明镜玄关，被梅馆主当场收入内院了。10余日？现在立刻给我去查！1刻钟之内，我要他的全部资料！领命。姓沈，入院10余日，又是拜在梅氏武馆门下。不必想了，除了那小畜生还能有谁？于哲和田二虎定然也是死在他手里的。二师兄小声些，此事不宜被外人知晓。如此看来，师弟猜得不错，那小子身上绝对有秘密。一个鱼户子10多日便感应气血，当真是。此事接下来该如何做？这是你我的机缘，自是万万不可错失。那小子虽踏入明镜，但对我等而言未尝不是好事。是啊，他已突破明镜，于哲、田二虎定为他所杀，所以便没必要给梅氏献上秘方。而他一个初入明镜的厨儿，对我等而言还能翻了天去？真让他躲在梅霜风羽翼下，咱们反倒棘手了。正是这个理。不过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我在琢磨是否能开个他拒绝不了的高价，明码标价买过来。呵呵，师弟，莫要再说这等幼稚的混话了。咱们已经用了这些手段，换作是你，你愿意相信？绝无可能。那不就成了？此事需从长计议。如今那小子宰了于哲他们，说明蛇受惊了。眼下风头正劲，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再轻易出手试探。可若非得动手，便要找准机会，以雷霆之势一击得手才行。师兄所言极是。二师兄，你说要不要把这件事禀报给师父？算了吧，师父修为已至暗境巅峰，正全力突破化境，那白家欺人太甚，不可随意打扰师父。好吧。本日情报已刷新。情报1：铁骨功源于齐国9营之一龙香君秘传横练之法，由田二虎胞弟田平安私传于其兄长田平安。龙香君又迎镇百夫长，久经沙场，炼精修力。昨日从田二虎家中搜得铁骨时，便觉蹊跷。一个连炼血都没叩开的地痞，哪来的横练之法？果不其然，这功法是有来路的。田平安，哼，亏得不姓陈，否则我便要连携家带口逃出沧州地界了。一位炼精武者，让我压力很大呀。马显阳与冯小宝已确信于田2人折于你手。果然知道了。彼时我是当着外院30多号人的面踏入明利，消息根本捂不住，弄了于哲、田二虎这步险棋，反倒歪打正着，为我争得了喘息之机。大离山内宝兽众多，深处有妖兽出没。青锥鸡迫于闭眼风狼的压力，被驱赶至大离山外围。2只青锥鸡，万一打不过咋办？要不折返武馆请师傅，或拉上徐川一同进山围猎？不，先潜过去摸清虚实，再做决断。这是受伤了。他的伤势严重，好聪慧的畜生，不愧吸纳了天地造化。敌若凌空扑杀，切勿退缩。
当后发制人，以下克上。好霸道的气血，不愧是宝兽。二师兄说过，宝鱼宝兽皆需炼制成丹方能锁住药力，可带回武馆又怕人多眼杂走漏风声。师父说过，灵物死去，气血便会迅速流失，干脆就地生火，直接吃掉一只。虽说浪费大半药力，但能掩人耳目，自圆其说。出门打鱼，碰巧看见天上掉下只重伤怪鸡，追上去用石头远远结果了它，很合理吧？小只的当场烤了，自己吃一半，剩下带回去给娘和默默补补身子。好香。我气血怎么不见增长？徐师兄说宝玉兽直接食物会浪费大半药力，可就算浪费，也总该剩下2、3成被我吸收吧？怎奈如今半点气血增长的动静都没有？原来如此，我说怎么吃了宝兽肉却不见气血增长，原来是被抽离转化成情报值了。青吹肌肉中蕴含的气血固然重要，可与情报相比便显得可有可无。气血没了，花些时日苦熬庄功可以补回来，而推演却是能打破武道桎梏，无视瓶颈感悟，甚至自创武技的逆天之法。检测到可推演武学铁骨功，是否推演？若是用门外功推演，肉身防御将大幅暴涨，多出一门保命底牌。田二虎一个连气血都不曾感应的假把斧，都能凭此法硬抗我这明镜武者一击。若我苦修15载，会发生什么？是推演铁骨功。你最倾心于这门断体功法，历经铁骨功第1境铜皮，修至大成。第9年，你终于修成第2境铁骨，周身骨骼坚硬如铁，大筋如弓弦般崩鸣作响，单凭外功便可与初入明令的武者厮杀。第15年，你对铁骨功的领悟已达巅峰，隐隐触及残篇镇狱法身的一丝真韵，你竟从残篇中悟得一篇身法惊鸿游龙。大梦15载，现实一瞬间，周遭万物纹丝未动，可我却将铁骨功炼至大成，更悟得一篇身法惊鸿游龙。若能将其修至大成，对敌时身形忽闪，进退如刀尖起舞，方寸腾挪间，战力暴涨。太好了！不仅铁骨功真至圆满，更平白得了这门身法。眼下哪怕正面撞上练骨武者，即便打不过，保命也无语了。纸上得来终觉浅，这世道哪怕有了底牌，也不可生出轻敌麻痹之心，还得日夜苦练才行。差点忘了。我大兄可厉害了，他能下水捉鱼，昨日从云水湖里网了这么大一条胖头鲤回来。我哥哥也会捉鱼摆摆，比你大兄捉的还要大。哼，我大兄不仅会武功，还会打死猛虎的拳法，可凶悍了。我蝈蝈不仅会练拳，还会打坏人呢。你莫要学我说话，我大兄敢吃翔。你大狗敢吗？我蝈蝈也蝈蝈你们走吧，我蝈蝈不让我跟你们玩。蝈哥，你的篓篓里是什么呀？闻起来好香香呀，是不是给默默带的肉肉呀？大郎回来的正好，着实刚出锅，快趁热吃。娘，我在外头吃过了，武转给我包午散了，往后我只带1张饼便够。喏，这是带给你们的。哇，好大的鸡腿腿！娘，今早没碰上鱼，倒是捉了2只肥野鸡。这大郎，你练武辛苦，还是你吃？放心吧，我当真吃过了。天色不早了，娘，我得去武馆了。这篓子里还有1只要带去给师傅瞧瞧。哦，对了，还有这3只鸡卵，让那只老母鸡孵着，看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沈师弟，今日怎的来的这般迟？可是捉鱼去了？
都给老子扎稳了，不准偷懒卸力！师弟，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可是内城季家豢养的宝兽青锥鸡啊！季家早年在沧州购得一批青锥鸡卵，费9牛2虎之力才孵化成活，繁衍至今，据说兽院里已有30-40只宝禽了。师弟，你这只看模样，当是外头捉来的野货吧？师兄慧眼，辰时去湖滩边捉鱼，碰巧见这畜生飞得摇摇晃晃，一头栽进骊山里，我便大着胆子摸过去，顺手结果了它。我猜也是，内城大族对自家宝兽宝鱼看得紧。至于你这只，怕是从骊山深处跑出来的，伤口皮肉外翻，像是被其他凶物咬伤过。不过肉质大体完好，气血未散，并无大碍。师弟把这宝贝背到武馆来，可是想请师傅出手，帮你炼成补气血的丹药？什么瞒不过师兄，师弟正有此意。哈哈哈，小事一桩。师傅轻易不替外人开炉，但对咱们内院弟子向来宽厚，也没甚严苛规矩。你若觉得妥当，我便带你去后堂通禀一声。劳烦师兄了。进去吧，基本情况和来路我都已向师傅禀明了。有劳二师兄费心。自家兄弟，客气个甚。弟子沈寒修求见师傅。进，拿过来瞧瞧。不错，应当是大骊山的宝兽无疑。羽泛暗光，慧坚如铁，看成色应在6年左右，属于成年2阶宝兽，气血正值巅峰。你孕育不错，捡着便宜了。师傅，弟子一直想问何为等阶？记得上次那尾银背鱼，师傅也曾说是2阶宝鱼。宝鱼宝兽便是天生滋补气血的灵物，按其体内蕴含气血的多寡，分为1阶、2阶、3阶，一到暗境圆满，寻常丹药便受效甚微。唯有3阶宝鱼或宝兽所炼成的宝丹方能助其破关。师傅，咱们长云县可曾有人捉到过3阶宝鱼？白擎苍，18年前，此人在云水湖深处擒获一条3阶青龙鲤，连带一整群青玉鲤。后来他备下重礼，请动广武府碧无门的梅丹师出手，炼成一粒宝丹。借着那颗丹药，白擎苍闭关2年半，成功突破化境。白擎苍，白家老祖，原来是他捉到3阶宝鱼。原来如此。这宝兽底子厚，鱼在你手里会有7、8颗，你可有异议？弟子绝无异议。7、8颗丹药，有这些助力，将炼血境推至大成的速度，恐怕还能快上不少。东西留下，明日有时来后堂取药。是，弟子告退。等等，你已叩开明禁，明日恰好是内城几家聘用官职的日子，莫要错过时辰。弟子明白，多谢师傅提点。师弟，这边来，来，与你引荐一下，这位便是你3师兄向云亭。见过向师兄。走，我等换个地方聊。沈师弟，云亭今日赶回武馆，除了认认你，主要便是为明日的供职一事。此事你可了解？知晓一些，可是去城内各大家族之当差，以赚取供养修行的资财。武道一途最是耗费钱财，炼血只是个开始，往后的炼骨炼金都需大量肉食药膳银钱填补。你3师兄4师兄如今都在内城的镇东镖局里挂了镖尉的号，你5师姐去给罗家的大小姐做护卫去了。世道显赫，各方势力清雅，师兄今日与你透个底，明日师弟若寻不着心仪去处，不妨随我一同去镇东镖局教职，咱自家师兄弟待在一处，遇着凶险也好抱团取暖，互相照应，免得叫外人欺凌了去。当然了，我等也是怕你吃亏，留一条退路。若明日有哪家开出更好的条件，或者有你看中的差事，大可放手一试。是这个理儿。我明白了，多谢2位师兄。对了，师兄，我听闻内城有一家镇东武馆，不知和这镇东镖局有何渊源？何止是有渊源，师弟，你可知长云5大家族？可是白、季、罗、韩、王这5家。不错，5大家族之所以屹立长云多年，要么族内有化境坐镇，要么家族势力庞大。白家不必多说，仗着那位化境老祖行事最是张狂霸道。季氏商会把水陆生意做遍整个沧州，而罗家是县尊的家族，他本人10年前也踏入化境。至于韩家，貌似是新义府望族韩氏分出来的支迷，我了解不多，但听闻也是个大族。
而剩下的王家平日不显山露水，却是其他4家不能轻易招惹的存在。师弟可知晓缘由？请师兄解惑。20年前，咱们长云县这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那便是手握重兵坐镇东江雄关的镇东将军。镇东武馆、镇东镖局、王氏掌兵铺、将军酒楼、王氏春和药铺都是他名下的产业。不止如此，镇东武馆大弟子王玄阳更是将军亲子，虽说是庶子，但依旧被长云王氏王之道视为己出。难怪其他4家对王家讳有如神，原来是军风众将。原来如此，沈师弟，你可知为何我与你3师兄、4师兄却还要削尖脑袋，非一头扎进去不可？愿闻其详。不过是为了搏一个未来罢了。将军每隔几年都会派专人重返县内，拔掘一批敢打敢拼的苗子冲入军中。王家的镇东武馆和镇东镖局属于被优先挑选的嫡系，咱们这些底层出身的武者想走得更远，镇东将军的龙三军便是最好的去处。龙湘军，原来如此。田二虎胞弟田平安便是龙湘军百夫长，保不齐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乱世之中，狗盗为先。镇东武馆，我也还是不去为妙。2位师兄一片苦心，师弟感激不尽。男儿在世，自是想去外头闯荡一番，只是师弟生性散漫，受不得军中铁律。师弟还是更向往加入一个武道宗门苦修。说来巧了，前些日子曾偶然听市井里的游方高人提及过一个唤作吊海楼的门派，不知2位师兄可曾听说过这方势力？吊海楼？我对南乡府大小宗门帮派乃至黑白2道3教9流都摸了个8九不离4，可师弟所言的吊海楼却是闻所未闻。我也一样，未曾听闻。沈师弟，莫不是那游方道人骗酒喝随口湖州的名字？不，未必是湖州。我大齐9州36府何其广袤无垠，南乡府在齐国版图上不过沧海一粟，这吊海楼保不准是沧州以外的势力，或许远在他州，乃至大齐国都的武道圣地。那位真传弟子死在云水湖后，尸身不知在此搁付多久，若非每日情报点出，恐怕还要一直隐藏下去。莫不是当真是外州之人，远道前来寻寻机缘，殒命于此？大郎回来啦！大郎，你李婶一家今日搬走了？今日便走了？是啊，听说是在临近西市的房子里租了间偏府，1年光是租子就要3两银钱呢。娘，我打算在内城置办宅院。置宅？不错，这世道越来越乱，早日搬进内城安顿下来，我也能免了后顾之忧，安心学武。可内城置宅子很是昂贵，家里剩下的银钱怕是还差不少。银钱的事娘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我这几日便去寻个活计，攒些银钱，届时在院子前头再给你支个门面，开个小饭馆。开剩饭馆呀，有个宅子娘就安心了，到时候把钱省下来，给你相一门好亲事。娘，亲事什么的不急，咱们还是先开个饭馆，多攒些底子，手里有银钱才有底气，才能寻到更好的亲家，不是？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穷苦人家做出来的粗糙施食，内城里能有人愿意掏钱买吗？娘，你忘了，咱们卖蝈蝈做的那种好吃的面面哦。对呀，可以卖铺盖面。可娘手笨，不会做那等精细吃食。没关系，过几日我抽空手把手教您，做法很简单的，一学就会。好耶，终于能吃到蝈蝈做的面面啦！呵呵，娘，等搬进内城开个面馆，您掌勺收钱，我去武馆练武，赚了钱把默默送进私塾里，跟着先生读书识字。力道绷得太死，庄稼松则气血散，紧则气滞淤血，松紧之间得自己拿捏分寸。是，沈师兄。下盘不稳如水上浮萍，庄稼须扎得如老树盘根，否则练得再多也只是花架子。萧文这庄公倒越发有几分火候了。今日便练到此处吧，尔等可以离开了。是师兄。底子很扎实，照这势头练下去，
假以时日，你定能叩开炼血，踏入内院，好好练。沈师弟，教职会要开始了，咱们武馆除了你，外院里练得不错的好手也会被拉出来溜一溜，看能否入得了这些世家商场的眼，谋个护院跑腿的差事。长风卜局聘外围烫子手3名，阁下若有意，月钱1两，另给咸鱼1斤，鲜鱼3斤，再包2碗补益气血的药汤。你意下如何？仁心堂招看场护员2名，月钱也是1两，不包肉食，但气血药汤管3碗，还有一个福利，凡我仁心堂之人，每月皆可以成本价从堂内购得1枚养血丸。这位外院弟子，如今正处熬打皮肉的关键期，最需补剂气血，仁心堂自然是最佳选择。沈师弟，我都打听清楚了，今日祝职会，白家和王家都没派人来，剩下的罗、季、韩3大家族都遣了管事到场。你如今叩开炼血天赋又好，正是抢手，大可在这3家里好好挑上一挑。师兄见多识广，可有稳妥的推荐？我听闻你家是白家佃户，而罗家与白家素来交好，2家世代联姻，有了这层关系，你若选了罗家，想来他们不会亏待你。白家与罗家竟是世代姻亲，怪不得白家家主能稳坐县尉之位，白家2公子能将快班衙役攥在手心，形同私兵，怪不得那闹得满城风雨的拍华子案，县衙说要将凶手缉拿断案，却没有半点下文。原来县尊与县尉，衙门与黑手都是一家人。人活一世，总得讲几分良心。我实在见不得像默默那般的小姑娘被卖进暗娼糟蹋，这罗家不能选。多谢师兄提点，待会儿我见机行事。嘿嘿嘿，客气个甚！喏，现在轮到你这尊大佛压轴出场了。二师兄说他武技天赋奇高，玄阴庄入门不久便练到小成，可这透体穿力，难不成老子练了快3年的大成玄阴庄是假的？好霸道的明镜，气血透体，尽力隔山打牛，穿石而过。16日叩开炼血，武技天赋也如此惊人，我看此子不逊于当年的江青红。献丑了。沈兄弟这等手段，若叫献丑，那长云县9成武者都该羞愧的去跳云水湖了。我罗家在南街仁心堂线下正缺客技，只要沈兄弟点头，月钱4两，肉食10斤，无偿供应气血药膳3副。此外，每月再免费奉上1粒养血丸。月钱多了3两。沈兄弟，我韩家名下的精铁兵铺线下正缺一位护院教头，每月5两现银，肉食10斤，外加2副大补药膳，以及1粒我韩家秘制的明镜大丹凝血丹。不止如此，我听闻沈兄弟如今还屈居外城，只要你点头，我韩家在内城拨一套清静安身的小院，无偿借予沈兄弟一家居住。直接送院子，真是羡煞我也！快答应啊，还在犹豫什么呢？韩家这诚意不可谓不足，那条内檐小院精准掐中我的需求，再看看其他家报价。哈哈哈哈！沈兄弟，论底蕴，我等几家或许各有所长，但论起待遇，我季氏可还从未拒过谁。我韩家愿为沈兄弟提供2处活住，任你挑选。其一是去我季氏名下的远丰船队做个副管事，月钱6两，外加12斤肉食，同时附赠药膳3副，明镜大丹、碧血丹1粒。其二则是在云水湖上的云翳岛做个镇守巡使，
我季家船队常年往来沧州各府通商，为防备水匪恶徒劫杀商船，特意在咽喉水道云一岛设了常驻巡使巡卫。巡使要求明进武者月钱8两，6日休5，丹药、肉食、药膳与副管事一般无二。而考虑到水上巡查之便，还会单独配一艘乌篷船由你差遣。沈兄弟，考虑一下吧。天爷，那8两月钱，我爸在壮板当差1年都赚不到这么多。正好是情报中提及的云一岛吗？云一岛距离钓海楼真禅弟子所在地非常之近，从云一岛划船而去，或许用不到2刻钟。就季家了，且不说季家本就给出最丰厚的待遇，单是为钓海楼传承，我也必须走一遭。若披上季家驻岛巡使这层身份，就能光明正大巡视游弋，借机接近那处传承，比单枪匹马安全何止10倍。沈兄弟，你年纪轻，不知江湖水深。罗某好心劝你一句，真去了那云一岛，怕是有去无回啊。咱们长云县年轻一辈中，原本是有5大天才并称的，但你等可知为何如今只剩4个？罗申，你这胖子敢耳！有何不敢？乃公今日偏要说，那第5个天才便是被他季家派去云一岛，然后被陈健部血头陀琢当众砍下了人头。看来罗家与季家间的局故比我预想的还要深啊。不过正好在这个当口，我若依旧选择接下季家差事，反而能借着这份雪中送炭的胆识，获取季家高层的信任。眼下这情况怕是不好再聘职了，我便先行离开了。管事慢走。这陈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当众杀季家的天才？嘘，小声点。单说陈建物你或许不知，但若是提起云水湖上的怒海派，你总该明白了吧？可是那盘踞在云水湖，麾下聚集齐越吴3国悍匪亡命徒的庞然大物。不错，怒海派汇聚3国黑道高手，其内派系分明，而这陈建馆便出身齐国。听说那几位做交易的当家都是清一色暗劲高手。我听道上的人说，那斩了季家天才的血头陀，乃是个叛出世教的妖僧，竟如此恐怖。不知那桩惨祸是何人被捉去了？乃是季家当年的年轻天才季关南，不到20岁便达名技巅峰，堪称精彩断叶。可惜啊。沈兄弟，云夷岛的差事常年与水匪打交道，确有几分凶险。但我季家立足长云县100年，绝不是那种让手底下人去白白送死的无义之辈。为了给驻岛的巡使增添几分杀敌保命的那真本事，我季家特意许下了一个破例的条件：凡得老夫认可，且愿意接下云夷岛巡使腰牌的武者，皆可入我季家藏书阁1层，任意挑选一门武技或装功。藏书阁那可是世家立足的真正命脉。莫说依附做事的外姓人，便是本族旁支子弟，若无天大功劳，也未必有资格踏入其中。季家莫不是被罗家刺激疯了？为了招揽一个外人，竟肯下如此血本。沈兄弟，你是老夫认可的天才，愿意与否，选择权在你手上。还有意外之喜，无论罗山将云夷岛说得如何危险，我从始至终都没想过拒绝。于我而言，不会再有比依附季家借机接近钓海楼传承更好的机会了。但季家为了争一口气，竟白送一门珍藏武学，那便无需迟疑了。季家的诚意，晚辈铭记于心。云夷岛的巡使，我接了。好，好，好，沈兄弟痛快，我季家亦不会亏待于你。这2日间，可将家中琐事安顿好，后日去城北季府寻我。多谢管事成全。届时我亲自为你引路，去藏书阁走上一遭。事已至此，老夫便先行一步。季管事慢走。师弟，你糊涂啊！罗有化劲坐镇，又背靠县衙，向来压着季家压一头。今日那罗顺这般蹬鼻子上脸，季家连个响屁都不敢花，你这岂不是……二师兄，还未看出来吗？你真当罗坟是好心劝我，不过是见韩季2家出价太高，已经没有招揽我的心思了。既然得不到，他干脆唱一出当众揭人血招的戏码，既恶心了季家，又顺道给我心里添堵罢了。师弟看事情倒是透彻，你天赋虽堪称不凡，但说到底不过初入明镜，还未真正成长起来。没成长起来的天才，谁能说得准是不是下一个季关南呢？所以罗琛干脆掀了桌子，
借陈建武的凶名，让你心生恐惧，主动退避。你若真被吓退了，季家今日这面子可就彻底扫地了。罗神那胖子真是下作至极。师弟，季家虽舍得下血本，但那云栖岛终究是不太平。你去了水上，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遇事切莫强出头。多谢师兄关心，师弟明白。进。回师父，弟子选了季家，说是去云溪岛做个驻岛巡使。云溪岛那处地界临近陈建物，是个险地，可想好了？想好了，季家待遇很好，还专门许弟子去他家藏书阁挑选一门功法武技。有说许你进第几层了吗？第一层。第一层的话，拳脚身法类可选踏合提流步、裂风腿或碎玉挥风掌，这3门在明境期最为实用。若你考虑兵刃器艺，唯有拂柳剑法和断门刀还算勉强入眼。师父平日深居简出，怎会对季家藏书阁里的公家门道了解得如此一清二楚？喏，拿着。那只宝兽气血颇旺，这炉碧血丹成丹6粒，丹至上乘，对明令武者大有助益。以你的底子，服用3至4粒，便可将气血推至大成，着手准备突破炼骨。但切记，2阶宝兽炼制的丹药药性霸道狂烈，需隔7日才能吞服1颗，待药力炼化殆尽后，方可继续服用。若贪功冒进，连续吞服恐会撑爆血脉。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有这些青锥羽，可去南市找家冰铺卖了，品相好的1根能换10钱。若你自己有门路，也可拿去寻铁匠打成剑矢自用。如何处置，看你自己定夺。弟子明白。那季家的人可曾言明让你何时去云夷岛跪职？季中管事让弟子后日去季宅挑选武学，至于登岛的日子，倒并未言明。那便是要到下月初了，距下个月还有7、8日。这几日你便安心待在武馆夯实气血，待到挂日到了，再去季家应卯登船便是。日后去水上当差，功法也不可落下。若修行上遇着逆之不解之处，大可在休务日回院中找我替你解惑。师父，这些可是辅助炼丹的奇物？不是，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做些堂食罢了。不知师父这堂食可否赏赐弟子一些？你也爱堂食罢了。饴糖捣碎融合需在通风晾晒才能凝结成块，2日后你再来后堂拿吧。多谢师父赏赐。去吧。掌柜的，我来卖些青羽。寻常灵羽7、8枚大钱1根，尾部暗羽10枚。我还有些青羽，过些日子再来卖与贵铺。蝈蝈回来啦！怎地今日回来这般早？快歇着，我去给你做饭。一起吧，正好我来教您怎么做铺盖面。面面，蝈蝈是要给默默做面面吃吗？对，吃面。蝈蝈，我最爱吃面面了，默默永远对蝈蝈好。开门！乱波帮办事，里头的人赶紧滚出来！大郎，这……娘，看好默默，外头的事我去处理。大郎，你当心些。这人不是金龙帮的吗？怎的又自称乱波帮了？先看看他们要做甚。小子，发什么愣呢？让你家大爷在这儿喝西北风吗？几位大爷，这么晚了登门，不知所谓何事？何事？小子，招子放亮些。这小径湾从今往后不归金龙帮管了，改由我乱波帮接手。春时的猎钱，今日交到咱们兄弟手里便是。这还未到交利钱的日子啊，家里没攒下余钱，您看。若是老子没记错的话，你家里头是有个小妹子吧？若是实在交不出钱，拿她去暗潮馆里抵债。敢把主意打到默默身上，那你便活不久了。眼下不宜在明面上起冲突，可暗地里。只有这400文了，还差1钱，我一定尽快凑去补上。3日内将剩下的钱送到乱波帮堂口，逾期后果自负。把门拴好，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少帮主，方才那小子怀里就揣着4钱，屋里绝对还藏了钱。我等借着乱波帮的皮刮了笔红彩，顺道把水搅浑，已是美事一桩，不必因小失大。待3日后，等那小子拿剩下的利钱交给乱波帮，你说他们是什么反应？属下不知，
属下只是觉得少宗主方才恐怕少收了不少大钱。刀疤，你跟着我金龙帮做事有几年了？回少主主，整整4年了。4年，倒是有些年头了。那如果我告诉你，金龙帮并非是4年前才立的帮，而是早在10年前，我爹便在广武府石潭县创立了这帮派字号。当然了，那时还不叫金龙帮。这事儿，属下倒还真是头一次听说。你当然不知晓，当年在石潭县，我强夺了一户千金小姐，听说她有位兄长在沧州摘星门是位亲传弟子。我和我爹便将所有知晓此事的人全部灭了口，包括帮里的36个兄弟，然后搜了款子，连夜来到长云县，这才有了金龙帮。少盟主，您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忠心，乱波帮的郑大刀来历神秘，背后必有大势力。我爹跟他结了仇，正巧也在长云县捞够钱了，准备换个地界继续逍遥。但是把你们留下，保不准你们会向郑大刀通风报信，所以，还是按老规矩办为好。少盟主有话好好说，我等这就连夜散去，再也不回长云县，不回南乡府。晚了。高年要杀我等灭口，左右是个死，兄弟们拼了！快跑！真是蠢货一群，白白在我金龙帮待这些年。你是何人？我爹乃是金龙帮高夫，早已踏入暗境多年。阁下当真要与我金龙帮不死不休？老子打的就是你们这些金龙帮的杂碎。回风腿，身法。这剑，除了运金法门，此人还身兼一门身法，不行，得撤。阁下，不，兄台饶我一命，只要你放过我，我金龙帮愿双手奉上文银100两。兄台饶我一命，我有一桩大机缘告知，这长云县有一处福地，断体功。纵使铁骨功已真至圆满，骨骼坚韧远超同阶武者，方才那番贴身肉搏依旧没能全身而退。高年此人虽未叩开炼骨玄关，却在炼血境近日多年，体内气血雄浑霸道。若非身怀铁骨功与惊鸿游龙傍身，单凭天玄英劲，今夜躺下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好在没出意外。高年打着乱波帮旗号，提前把春石利钱收了，等乱波帮接手，面对的将是一个榨不出半点油水的烂摊子。形势如此恶毒，死得不冤。只是可惜没找到他那门腿法，若能到手，经一番推移，多一门腿功傍身，全身便再无短板。好霸道的药力，2阶饱受青锥鸡制成的丹药，与我之前喝过的乌木不圆汤简直是天壤之别。那汤药是潺潺小溪，这碧血丹便是决堤的岩浆洪流。狂暴药力化作千丝万缕气血，如脱缰野马，顺着经脉疯狂冲刷。气血如弓，炼血境小成，进度比师傅预测的还要快不少。再来上几颗碧血丹，便能可着手突破炼骨。届时在云缨岛上自保与夺宝的把握也能更大几分。看来，只有宝鱼宝兽这种天生的灵物才能仗情报，哪怕用他们血肉炼成的丹药，也只有气血激增的功效。昨夜不仅宰高年，
魏智慧上罗旭的态度也透着古怪。先看看今天刷新的情报吧。本日情报已刷新。情报一：金龙帮在与乱波帮的争斗中全面处于下风，帮主高福地放弃明面堂口，转入暗地蛰伏，等候机缘开启。然意外发生，高父已得知独子高年身孕，担心乱波帮借机斩草除根，此刻正与数名心腹藏身于外城野父坊第5家。原来他们藏在田二虎家。金龙帮踏入明令的武者，满打满算就3、4人，面对乱波帮本就在下风，而高年还被我宰了，金龙帮更不是乱波帮的对手了。可败局已定，高福不赶紧逃出长云县，却反其道而行之，窝在田二虎空宅子里做甚？田平安。前几日徐川提过，龙翔军今年会派人前来拔擢年轻苗子，冲入军中。田平安是龙翔军的百夫长，炼金境强者。若他归来，再与高福接上手，追查到田二虎的死与我脱不了干系，那我就麻烦了。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主动出击，斩草除根。乱波帮大当征家，出身于龙元军，其退伍后暗中接受王家家主王志道的重要，率领一众同退的军中汉族隐姓埋名挂旗，成立乱波帮，受王家指使与供养。王志玉，王家当代家主，怪不得乱波帮咬着金龙帮往死时打，因为金龙帮是白家养的狗。郑大刀既出身龙玄军，却对田平安亲兄长所在的金龙帮痛下杀手。看来龙玄军内部也分山头派系，彼此竞争。青锥鸡卵孵化及长成秘法，需置于母鸡身下温浴27日，破壳以特定药草按比例喂养，2月方可步入成年期。不曾想，孵化保寿条件竟如此复杂苛刻。好在药草不算稀罕物，一旦真孵化青锥鸡，所有投入都将获得人成倍回报，丹方也触手可及了。碧血丹方主要需2界保寿青锥鸡精血瘦肉，辅以特定草药调和，以猛火汪炼，随转任火慢熬，方可凝结成丹。至于玉心藕，水中有宝鱼，地上有宝兽，草木有灵物，倒也不足为奇。这玉心藕听着就是水生灵药，等登上云溪岛后，得抽空去探上一探，想办法收入囊中。最后2项倒是没变啊。大郎，吃早膳啦！来了，默默，起来吃饭了。好扎实的庄公，想必这位便是近日声名崛起的沈兄弟了吧？在下天为乱波帮2当家汤成，原来是汤2当家，久仰了。沈兄弟客气，汤某不请自来，是为告知沈兄弟一桩事，从今往后这小金湾便由我乱波帮接手管辖了。沈兄弟乃梅院高徒，自是不用纳平安钱，只是相聚一处，若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沈兄弟海涵。汤2当家客气了。那金龙帮，沈兄弟你还不知道，金龙帮作恶多端，自知不敌我们乱波帮，临走竟冒充我们劫掠，不料撞上途经长云县的大侠，头领高年当场被杀，大侠还连夜把赃银送还给各家乡亲。那位大侠可曾留下性命？未曾。大侠取了高年狗命，分了钱财，便飘而去。我帮帮主得了消息，雷霆出手，顺势拔掉金龙帮堂口。二哥，他家的平安钱就这么免了？这长云县不是军中，万事得小心为上，不可贸然行事。属下明白。小的明白。大郎，是谁来了？乱波帮的人。他们前日不是收过春氏的平安钱了吗？是别的事情，娘甭操那些心了。这几日把家中衣服收拾齐整，待我在内城找好院子，管他是帮呢。好，娘今日就收拾。何事？劳烦通报冀中管事，梅院沈修涵应约前来拜访。原来是沈公子，快请进。中管事已特意吩咐过，沈公子前来无需通传，直接带您入府见他便是。如此多谢老伯了。中管事，沈公子到了，让他自己进来吧。请。来了，把门带上，进来吧。本以为冀中只是位寻常管事，可光凭他能随意进入藏书阁，便能看出
这位季管事在季家的地位比我预想的要高很多。晚辈沈修涵见过季管事。不必拘泥这些虚礼。你右手4架收录的是我季家多积攒的明镜暗劲器武技装功，你可随意翻阅挑选最合心意的一门。多谢。时限半个时辰。连翻2架，多数都是基础装功、粗浅武技。论精妙程度，连梅院玄鹰桩都远远不如。真正的上乘功法，定然藏在更隐秘的地方。这一架多是兵刃器械，拂柳剑法与断门刀2门尚可入眼。正是师傅提过的那2门，若寻不到蹭心的，便选裂风腿来补其短板。沈兄弟，那书架上皆是从各地搜索的残篇孤本，强行修炼很容易走火入魔。方才随手翻开那本，其气血关络走向描述比之前功法高深繁复太多。现今季中证实，这里堆放的果然是高深功法的残篇。那么问题来了，残篇能否进行推演？检测到可推演武学飞星魔月剑残篇，是否推演？是。情报积攒不足，需15日方可开启推演。果然可以，可惜情报不足，不然推演个7、8门，好在还能挑1门，算不得入宝山空手而归。出自吊海楼传承神通，该神通化境前可修功法千狐吊、云龙鹰杯步惊残篇，刚劲后可修秘法龙门引，神灵后可修神通西上翁。管事，敢问这卷西上翁神通残篇，不知有何来历？哦，没啥来历。曾有水匪劫杀我家商队，被底下人杀光后，从一个战死的水匪身上搜来的东西。那管事可知，这批注上的吊海楼是何方宗派？吊海楼没听说过。时辰不多了，沈兄弟，抓紧时间吧。我挑好了，便选这一门西上翁神通残篇。你确定？沈兄弟，老夫提醒你一句，残功缺法，前路不通，你可想清楚了。管事有所不知，我梅院武馆的功夫还没吃到呢，贪多嚼不烂，暂且没有练其他功法的打算。况且管事也知晓我出身渔户，这残卷上看着记录了不少捉鱼的路子，兴许对我有用。原来如此，倒是忘了你小子是个打渔人出身。这样，待下月出去云一岛点卯时，会分给你一艘乌篷船。本是除了巡歌期间不许动用，但我做主允了。闲暇时你可使船去捉鱼，吃也好，卖了补贴家用也罢，都随你。多谢管事。行了，选好了就去吧。下月出发之时，会有人提前1日通知于你。六公子来了，前2日不见您来武馆，今日可要用饭？不必麻烦，我等会拿点东西就走，今日不在院里吃了。哎呀，那怎带行？公子打熬血液辛苦，不能饿肚子。真不用，今日师傅的午膳可是这2条黄花鱼。是，馆主爱食鱼膳，又偏爱黄花鱼，每巡里有2、3日都要食鱼。可有酱油？啊，有。东桥头老陈家酿的酱油，滋味最是浓郁鲜美。今日师傅的午膳我来亲自下厨，你去忙活其他人的膳食便可。这使不得啊，公子，馆主的饭食向来是粗鄙烹制的，若是突然换了人，害馆主失了胃口，粗鄙可担待不起。不必多言，我乃渔户出身，烹作鱼膳很是得心应手。好香，这鱼色香味俱全，和我做的好像完全是2个菜。不别说是我了，怕是内城的酒楼客栈主厨也不过如此了吧。叨扰了，这鱼便由我给师傅端去吧。幸好他是练武的，不然鱼做的这般香，我这庖厨的位置反而危险了。进。师傅，大师姐，沈师弟，当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我闭关不到半月，今日出关才得知武馆已大有变化。那日背着破鱼篓来武馆的少年，只用了16日便突破炼血，踏入内院，成了我的师弟。师姐过誉，还未恭喜师姐武道大进，顺利出关。此次闭关收获颇丰，用银背鱼炼制出来的银牙丹药效相当之高，让我成功突破至炼金巅峰，距暗境也只剩临门一脚。沈师弟，你端的是什么？
今日方到武馆，正好看到膳房要做鱼，弟子颇好鱼膳，可上次吃到石厨娘做的鱼，口味实在不符胃口，便借灶台做了这道红烧鱼，想请师傅和师姐尝尝鲜。武道天赋高，还嗜好堂食，精通鱼膳，甚至还这般孝顺，亲自下厨做给娘品尝。庄庄渐渐竟和洛云如此相像，想必这一盘鱼又勾起娘的心事了。你有心了，今日可曾去过季家了？去过了。那便勤加练习庄功，待气血大成时可来寻我。弟子明白。方糖风干晒好了，桌上布袋里的你都拿去吧。多谢师傅。去吧。娘，我也没吃午膳呢。娘，好吃吗？好吃吗？找到了。幸好大爷，大爷长命百岁，切切成群，贵子闭嘴！问你个事，答得好再赏你10枚大钱。大爷，您尽管吩咐，小老儿知无不言。这几日，可有一群生面孔住进了那处院子？有，这2日陆续来了好些生面孔的汉子，看着凶神恶煞，绝不是访什么好人。有多少人？大爷，那帮人整日闭门不出，我只知每日申时，院里会出来2人去南街牛寡妇炊饼摊买吃食。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高年虽死，但高福还在。这老东西躲在田二虎家里，疑似跟龙翔军的田平安扯上了关系，必须尽早根除，免得后患无穷。来了，张头，怎的呢？又吃炊饼？不如整点酒肉解解馋。闭嘴！你想找死便自己去。张头，您好歹给透个准信儿。咱们8条带把的好汉憋在那破院子里，还得熬多久？我怎地知道？老子也不想待在这儿。可帮主命令，你敢违抗？我听麻子说，你昨夜出去了一趟，莫不是去外城找娘们了？狗屁！送信的苦累活罢了。下次你去。送信？给谁送信？给龙翔军的信。听帮主的意思，他在军里有关系，要搬救兵，找乱波帮的杂碎清算血债。真的？太好了！到时老子弄死那帮多贼。小声点，这事儿还没定，你嘴巴给老子闭紧了。是，张头放心，我这嘴比娘们的裤腰带还紧。果然不出所料，高福暗中联合了田平安，等这位明镜后期的龙贤军百夫长回来，我的处境可就不妙了。不管了，先摸清虚实，再做决断。4个人。晃得老子头晕眼花的，你就不能坐下喝口茶吗？哥，这都火烧眉毛了，我哪里还坐得住？要我说，咱们还是赶紧舍了这份家业撤吧，带着金银细软去那边躲避风头，未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避风头？大年尸骨未寒，大仇未报，老子夹着尾巴灰溜溜逃了，以后还怎么在绿林道上立足？大哥，大年那事儿透着蹊跷，非乱波帮武功路数所杀，或许真有什么过路大侠出手。分明就是被乱波帮那群杂碎暗中设伏围杀的。他们捏造个过路大侠的由头，不过想给个台阶，逼老子离开长云县，好兵不血刃接手堂口。老死也不如他们的行了，休要再啰嗦，滚去偏房，让老子静一静，此事没得商量。快20年了，这辈子能否登临化境乃至刚劲，全要仰仗那处机缘。可恨的地方，唯有30岁以下的武者方能踏入。倾尽资源培育10年，本指望年30岁前叩开练骨，替老子夺回造化。可这废物烂泥扶不上墙，如今还丢了狗命，险些坏了老子大计。好在贼老天长眼，没绝了老子的武道之路。田平安20有9，修成炼金，还身兼一门横练法门，比高年那废物更适合去那处地界。来信寄过去，老子不信你不心动，毕竟那可是符。是谁？是谁？好险，不愧是暗境武者，感知反应远超明镜，幸好有惊鸿游龙，否则定被高福发现。五魁岛啊，666，你输了，呵！入他娘的！你们吃香喝辣，留老子一个人喝西北风，等会儿轮值非得赢光你们的赏钱不可。哎呦我操！
哪来的不长眼麻子？跑到乱波帮撒野活腻了不成？二当家不知谁扔过来的。野西坊第5家，高福及其余孽藏匿于此。兄弟伙抄家伙，去通知大当家的，找到高福那狗嘴的藏身地了。高福狗贼，受死！是啊！想走？万波帮，老子与你们势不两立。高福，你已经输了，看我的摧心掌！追！别让那狗贼逃了！老五带些人去城门，务必不准给他躲进内城。老七带一组人去水路候着，小心他乘船逃跑。其他人跟我来追击高福，支援帮主。是。呸！这屋里连个铜板都没摸着，真他娘的晦气！算了，别贪心，能把金龙帮几个硬茬拔掉，还重创高福，很不错了。撤！崔心掌，掌刀双绝，正大刀名不虚传。等着吧，等老子得了机缘，我要将你的双掌十指一根的拔掉。我的御剑，乱波帮，正大刀，你们毁我基业，坏我机缘，老子必杀你们！哥哥是大懒虫，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什么？金龙帮的人死光了？千真万确，乱波帮那群人天没亮就在各坊市敲锣打鼓了。那位高帮主呢？我可听说他武艺高强，寻常10几个精壮大汉都近不了身。嘿，也死了。听说是被乱波帮的几个头目围住，当场乱刀砍成了肉泥，老惨了。好啊，金龙帮这几年收的平安钱一年比一年重，死得好。高福死了，这不对吧？本日情报已刷新，高福被郑大刀以摧心掌重创，现已逃离长云县，仓皇前往南乡府据点养伤。高福还活着，看方向是往南乡府逃命。乱波帮故意放出风声，是想歼灭金龙帮之事，坐实外城一霸的威名。这对我来说是好事，乱波帮在替我背锅。高福急送龙香君的书信将顺利抵达田平安手中。田平安看完信件，不日便将启程动身返回长云县。田平安回来去找乱波帮麻烦，自然最好。可万一他查到我头上，万一危及母亲和默默，也只能拉下脸皮去求师父出手庇护了。你从玄梁暗阁中得来的神秘玉剑，似乎是一把开启福地的钥匙。福地？那是什么地方？罢了，只有站得够高，拳头够硬，才有资格触碰这些机缘。且大敌当前，时不我待，需尽快提升实力。大郎醒啦！你大川叔、翠婶子，还有隔壁的胡家姨娘，听说咱们要搬进内城住，大清早特意送了些乔迁的贺礼过来。大郎啊，一段时日不见，你小子可出息了，你爹泉下有知，也能安心闭眼了。可不是嘛！听说大郎也接了差事，要上湖了，水上的门道深着呢。桂平，我看大佬年岁也不小了，是时候寻个良配了。北边屯子里有个姓黄的姑娘，刚制豆蔻，配咱们大佬绝对是旺夫的好相貌。诸位叔伯婶娘的好意，晚辈心领了。时辰不早了，内城还约了牙行看白子，我得过去一趟。等日后在内城安顿妥当，定请诸位长辈去城里做客。沈爷请看，这套院子带了个档口，从侧旁便可进去。您瞧瞧，前头铺面虽算不上多宽敞，但摆上3、5张桌担绰绰有余，后头连带个耳室，用来做庖厨再合适不过了。房子不错，我很满意，痛快点，开个实价吧。22两现银，这是底价。沈爷，
这宅子价位偏高，近日有别家出价，主家不肯松口。您若诚心想要房，搁置一会儿，我多去周旋压价，或许算了，就22两吧。这宅子我定下了，但我有个要求，所有的契书和过户手续需在2日内全部办妥当。沈爷敞亮，真是痛快人。小人今晚就去拿房契，定将红契文写得明明白白。届时咱们一手交钱，一交契。成，就这么定了。沈师兄，不错，有点武者的样子了。师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家四公子。在下韩礼，见过沈兄。原来是韩兄，在下沈修寒，幸会。幸会。沈兄大名，萧文没少跟我提起。不过今日韩某进城另有要事，改日再与沈兄畅谈。韩兄慢走。你是不是有饼？好好孵蛋吧。大郎，湖上风急浪大，娘给你多备了2套夹袄。到了岛上，凡事莫要强出头，保全自个儿安危才是最要紧的。儿子省得。娘，青锥鸡卵孵化后，切记用我买的药草切碎，混合每顿按比例喂下即可。我记下了。蝈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默默舍不得蝈蝈走。当差每月有休务的，默默在家帮娘看着食兔。等我回来买城南张记的桂花糕吃，好不好？好，拉钩。新鲜活鱼类，刚出水的大鲤鱼6文1篓。长彭县最后2个位子，人满马上开船。小子，懂规矩吗？原来是沈公子，手下这些生瓜蛋子没眼力劲儿，还望担待。公子请自便就好。陈头，那小子谁呀？这么狂！这位可是梅院高徒名晋武者。你们2个新入帮不久，以后招子都放亮点，别给老子惹到不该惹的人。见过沈巡使，小的毛三替主家往云夷岛运送补给。有，巡使快请登船，再过片刻就要起锚了。阁下是主家新派上岛的巡卫兄弟吧？上3楼左拐去最大的屋子，寻镇守大人报道。多谢指路。是给鲁马子队递补的新巡卫吧？8成是了。鲁衙行事莽撞，前几日为争水路，非跟陈监督做当家硬碰硬，折了3个好手。听说主家连夜寻体子干净的梁家清送上岛来补齐人手。那小兄弟瞧着挺年轻，分到鲁衙手底下，可惜了。嗨，死道友不死贫道，操心这破事儿甚？说得对！来，吃酒吃酒。进。见过镇守，在下沈修寒，奉命上岛前来挂职，可有信物？巡使，你是明镜武者？正是。梅院的江青红的师弟呀，嚯，16日便感应气血，难怪我爹让我照拂你。我叫季宁，我爹是季忠，就是给你腰牌的季家管事。季宁，季忠的儿子。罗田在挂职会道出季关南允于云夷岛陈建度围剿，季忠竟遣亲自驻守这险地，难怪得主家赐姓，特许独入藏书阁。这般忠臣自当重用。规矩和每月下发的银钱都清楚了吧？季管事都已交代清楚。我爹让我罩着你，有些内情跟你说清。主阁由我坐镇，有20人分4巡使，分班昼夜巡守划定水域。岛上管束宽松，只要你所需水域不出差错，余下10月闭门练功，下湖吸纳，皆随你心意。多谢镇守提醒。如今岛上人手正缺，事不宜迟，你今夜便开始当值吧。镇守大人，登山，你带沈巡使去丙队，从今往后便由他负责顶替原先正报管辖的河段，顺便带他去插房领一套号衣和碎云剑。对了，再从泊位拨一条乌篷船给沈巡使。巡使？怎么有问题？修寒兄弟是实打实的练血修为，你不会是看他年轻便当成普通巡卫吧？邓兄，劳烦了。不敢，巡使，请跟我来。
老邓，镇守大人有何吩咐？巡使，您小心脚下，这边走。见过巡使大人。不必多礼，都起来吧。长云县练血武者不在少数，这群在刀口舔血的汉子，为何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练血武者近乎是讨好的态度？巡使有所不知，我等虽练过几手粗浅武艺，但终究是未入气血，上不得台面。云一岛水路位置关键，临近陈建谷。那岛上的水匪常年劫掠商船，哪个不是手上沾满鲜血、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我等底层巡卫平日里只能把态度放恭敬些，若哪日陈建狗打上岛来，危急时刻，只期望我巡卫使大发慈悲，像当初的关南老人那样，顺手救咱一条贱命罢了。关南，季关南，我听闻他是长云5大天才之一，几年前身于此地。关南大人身为季家嫡系天骄，年少修成炼金境，前程大好。2年前，陈建武伙同巨鲸帮水龙寨夜袭云一岛，凭他一身身法，本可脱身，但为掩护岛上弟兄，他半步未退，带着3位巡使死守栈桥，最终3位巡使力竭战晕，关南丈人也被陈建国3位当家合力围歼，身中数十刀，血染云水。原来他遭3股势力联手围杀，先前听罗展说，我以为他逃亡时被俘处死，如今才知是主动动断后战死。这般舍生取义的风骨，令人敬佩。巡使，此乃碎云剑，拧开底部卡口内有引线，若遇敌袭，以火石点燃，对空击发，火箭冲天，白日也能传讯5里；若遇水匪大举压下，便3箭连发。丙队，战到集结！招子都放亮点，这位是主家新派来的沈巡使，往后丙队便归沈巡使节制。诸君不妨自述家门。伏虎拳馆严川，龙虎堂耿伟之，胡家胡志，周氏武院阮林欢，见过巡使大人。梅氏武馆内院沈修汉。诸位兄弟，来分着尝尝。又酥又脆，面道十足。巡使大人这刨除功夫绝了！这可不是我做的，乃是家母手艺。我家在内市的桂花街盘了个铺面，唤作沈14。诸位兄弟日后若逢休沐回城，大可去捧个场。原来是婶子的手艺。巡使放心，待弟兄们下至回城，定要去婶子那儿好好祭一祭这五脏条。巡使大人，季镇守看着年轻低调，实则年25已是名进巅峰，放在长云县也是数1数2。是啊，若非出身，凭镇守大人的手腕修为，关南大人亡故后，他便是主家年轻一辈公认的领头人。想不到季镇守如此强横，未来不可限量啊！说说周遭状况吧。云水湖泽广袤无垠，水系贯通齐5越3国，沿岸盘踞7、8股水匪。云一岛周边就有陈建度、巨鲸帮、水龙寨、鱼岛等匪众，尽数出自南海怒海派。其中陈建吴势力最盛，拥近20名气血武者，100余悍匪，设10位当家，前5人皆是暗境高手。既然这水匪势力已强盛到这般地步，巡使可是纳闷儿，这群匪徒为何不拿下云一岛？而是容忍主家将这颗钉子在水路上，的确奇怪。非不愿，实不敢。2年半前，陈建都、血头陀、陈信、曲不识4大当家率众围攻云一岛，致使关南丈人身死，此事震动各方。县令与王家主王之道2位化境高手，携牙影众5人前去找督主断销问罪。原来如此，2位化境亲自下场，难怪贵智会上罗尊出言狂妄，季中却生生咽下恶气。归根点底是县尊曾替季氏出个头。领队的接班当值喽！做个老子提的事儿，你2人考虑的如何了？郑豹子主家被调去府城城丙队，失了庇护，不如跟着老子混，以后老子罩着你们。不敢劳烦鲁巡使挂心，只是主家今日已派了新的巡使大人过来。哟，这位小兄弟便是新来的巡使，甲队鲁牙。敢问小兄弟尊姓大名？梅院沈修涵。可是长云县内城向云亭兄弟所在的梅氏武馆。正是。哈哈哈，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早年间我曾与林兄在县里喝过几次酒，交情匪浅。沈兄弟既是云亭兄的师弟，那咱们便是一家人。闲暇时定得来寻我老哥，必与你一醉方休。鲁兄客气，下次一定。晦气，梅院的小杂种，早不来往来，偏偏挑这个节骨眼坏老子的好事。不行，我曾与向云亭斗过几招，那手阴东爪功着实有些门道，保险起见，还是去知会一声。丙队新使出身梅院，姓沈，疑似练血，
巡使大人说，之前那个区部师手下巡线，鲁巡使带人强行出手，结果甲队折了3个兄弟。如今甲队连带鲁巡使也只剩2人，每日还要巡防30trận，便把主意开到咱们头上。我等虽与大人认识不久，但也只愿为沈巡使效力。我省得了，你们安心当差做事便是。鲁巡使那边不需理会。行了，外头风大，没当值的都进屋休息去吧。言川，你和阮灵欢值第2班，待到卯时4刻由我接最后一班。是，巡使大人。我独自夜巡已4日，流程熟练。服碧血丹后，气血暴涨，炼血圆满，不日可冲击炼骨。然眼下尚有药师在先，检测到可推演武学西上翁神通残篇，是否推演？是。15年枯荣恍如一梦，而千湖调的种种玄妙已如烙印般刻入骨髓。此法专为垂钓水中之宝而创，法门一成，勾连水脉，只需端坐水畔，垂丝入水，皆可愿枕上钩。千湖调不愧是神通下位功法，惊世骇俗，不知需刚劲方能学习的秘法，龙门引乃至神灵才能触及的神通。西上翁又该有何等神妙？玉心藕，此法竟能隔空探寻水中异宝，虽与系统探查之效重叠，但不消耗情报次数。吊海楼究竟是何方神圣？化境之下便能修习这等卧元造化的神异法门，其底蕴定是武道大宗，绝不可能奇迹无名。罢了，先将宝药弄到手再说，免得夜长梦多。怎么会？怎么会？是水中宝鱼，形似鲢鱼，却长着小鹿角，与造化奇物志中记载的鹿角鲢分互差。位列2阶宝鱼，其头顶双角蕴含水木精华，碾碎入炉可提升丹药效用与成丹率，是绝佳炼丹辅材。这等生出灵智的宝鱼，怕不是察觉到此处生有宝药，才特意盘踞守在此处。可惜今日碰到了我，定是要将鱼偶双收了。顺利拿下。师傅说天地宝鱼离水气血速散，上次银背鱼靠冰块才暂存，如今无此条件，云一岛距长云县快船亦需1时辰，带回药效大半流失，实属可惜。索性就地听食宝鱼，玉心藕妥善收好，修屋带回请师傅炼药。宝药到手，不愧是2阶宝鱼，好庞大的精气反馈，比当初那只青锥鸡强出许多。玄鹰庄圆满，铁骨功圆满，千湖调圆满，天玄镜刚入门，距离小成还差数月苦功。惊鸿游龙进度稍慢，24路崩山腿更是还未入门。眼下这24点情报只够推演1门，先推演24路崩山腿，补足近身搏杀的腿腹短板。就这么定了。检测到可推演武学24路崩山腿，是否推演？是，推演。
一时激动没收住力，这24路崩山腿被推演到了36路崩山腿，且已圆满。也不知以我如今的实力对上炼蛊境有无胜算。罢了，还是耐心修炼吧，等修为再高些，再去考虑那吊海楼之事。来云一岛论值20日，气血充盈圆满，只差一步便可突破炼蛊。明日该向祭阵手告个假，讨上2、3日休沐。一来回去看看娘亲与默默，二来离开梅园前，师傅曾叮嘱过，待气血大成之日，务必回一趟武馆。沈巡使出状况了！主家急讯，郑巡使调往府城处理商队事端。沈巡使速选一得力手，明日赴南乡府护送诸位小姐回长云县。我明白了，护送也无妨。不过我这一走，巡歌差事该当如何？巡使放心，镇守大人已定。你不在时，我与齐老虎代管丙队。耿未之曾随前巡使郑豹去过南方城府，对路途熟熟，可一并带上。眼看要回长云县闭关扣炼蛊关，偏偏此时横生枝节，去往南乡府100余里。山林水路崎岖，世道凶险，紧练血境难保周全。索性今晚突破炼蛊，明日赶路更稳妥。炼蛊境成了。此一去，便是天涯。巡使，主家2位小姐如今都在府城摘星门麾下的下院无极院中习武。下院？没错，便是下院，是摘星门设在府城敛财甄选武徒的据点，共8大下院，由长老主事。教习多是实力不俗的外门弟子，但送入下院学费极高，贾师称每月束修5两，1年就要60两。1年60两束修，寻常人家1年结余不过2、3两。8大下院学费高昂，唯有权贵子弟负担得起。摘星门与沁园剑楼、碧霞山庄、镇海侯府并称南乡府4大势力。门下8大下院弟子需16岁前突破明禁玄关，方能成为外门弟子；25岁前打通经脉破暗禁，才可入内门。外门需明禁，内门要暗禁且限年岁。这般门槛在长云县，9成9武者都难以企及。不瞒巡使，家师龙虎堂秦虎曾是摘星外门弟子，多年难破暗禁，只得回长云县开馆收徒。长云县武馆林立，真正拿得上台面的统共10来家，真正有暗禁高手坐镇的唯有3家：镇东武馆、通背武馆以及梅院。师傅的修为，恐怕也是化境之境了。武道之路漫如长夜，我不过堪堪叩开炼蛊，万不可心生骄纵，迷了武道本心。此番差事突发，跋涉100十里之远，过程凶险未卜，自然得用情报系统探上一探。本日情报已刷新，季家5元炼气丹消息泄露，遭染海侯府屈服觊觎。季家民户商队暗把丹药交2小姐，命你暗中护送回长云县。5元炼气丹有助蓄满丹田境里突破化境，极为珍贵，难怪屈服觊觎。季家声东击西之计颇为精明。2日后，令水码头，陈建窝石当家屈不时带3名炼血武者替谋劫持季家小姐。季家派出武堂堂主季文暗中保护，此刻已潜藏于蛮山之下。季文暗进小城，却刻意隐匿，怕惊动侯府坏了计策，非生死关头不会出手，甚至可能弃人保单。码头劫匪只能靠我应对。我驻守云一岛已久，熟知各路水匪。屈不时2年前也是炼蛊境，如今实力更强，身旁还有2名炼血匪众，看来这是一场硬仗。老郑，谢了。巡使，这是2位小姐的车驾。
您在此歇息片刻，我去走一趟便可。我随你同去吧。两位小姐的行囊怕是不轻。没事儿，没事儿。小姐们身边跟着丫鬟，随身物件也不多，巡使在此安坐便是。可算活着下来了，多谢巡视搭把手。那两人是谁？说是小姐同窗，也是长云县人士，顺道搭车一起回去。难得来府城，没空给妻子挑簪子，两个儿子也惦记胡氏烧鸡，只能下次一并置办。沈巡使，可有动向？当心些，前头有些不对劲。三哥，二娘一人独去，不会出意外吧？无妨，对方刚入炼血，缺乏厮杀经验。二娘已是炼血小城久经搏杀，稳占上风。孙二娘素来沉稳，不会直接出手，多半诱致岔道戏弄尽兴后再尽数除掉。三哥，我听说季家那两位千金可是难得的美人，等会儿要不先住口！季家两位小姐是大当家指定目标，伤了他们谁也保不住你。嗨，我就说一说嘛。三哥，大哥如今在何处？码头修炼呗。自从得了那桩宝物，大哥整日泡在水里，功法进战一日千里。如今来了，都给老子打起精神！内门张九阳天资绝顶，23岁破案进入内门，堪称无极院第一人。张师兄虽强，左手席更厉害。他近28岁才入暗境，后期突飞猛进，2年前突破化境，是4大院最年轻首席。你们可知左手祖速成化境缘由？其妹早年遇害，他含恨闭关，搏命突破，凭一枪死愿中功。左手祖竟然遭遇过此等巨变！我派人查实，左手祖运籍广武府石潭县，当年左家3小姐确遭歹人残害。那贼人可曾伏法了？这便不得而知了。左家对此事讳莫如深，外头也打听不出更多消息。陆爷，救救奴家！前头有山匪作乱，我家车厢遭了劫掠，求几位行个方便，捎带奴家一程，事后定有重金厚报。怎么回事？回公子，有位大姐拦道，说想搭个便车。也好，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那便让这位别惹麻烦，尽快打发对方，天黑前赶到露水码头。马兄此地蹊跷，听二小姐安排，速速离开。车上已满，没法捎你。你沿来路官道折返，半个时辰可到村庄落脚。哟，二娘，你这美人计在这帮雏儿身上似乎不管用啊！何止不管用，还被那赶车的小子喊作大姐。不长眼的小子，老娘要把你的心掏出来吃了。诸位稍等，我是长云县马景行，摘星门无极院弟子，还望各位给个薄面。给你面子，你特妈的算老几啊？尤丽华、王能，巡使当心，此人乃陈建国石当家曲不识麾下3大高手之一。那壮汉是高山柱朱渊，还有那个妇人，虽未曾见过，但能与王能、朱渊一同现身，定是那毒妇孙二娘。哟呵，竟还有能认出老子名后的，扫了老子的雅兴，那便先拿你的狗命来祭天！走走走走！36路崩天腿！小心！此人非是情报中出入炼血，弟兄们并肩自杀！孙二娘，速速去禀报石当家，求他来援！老三，走不掉。
大侠饶命！奴家乃是惩戒我屈不识的女。他娘的，二娘与我家三哥呢？上车。放心，筋骨虽断，但服以舒筋活血的汤药，养个1年半载还是有可能恢复的。就是日后多半恐会留下些许晦涩隐疾。多谢巡使，若非巡使出手，属下只怕早已成了朱院的刀下亡存。能捡回条命已是天大福分，不敢奢求其他。耿巡尉且放宽心，你因家事遭此重创，待回府后，我自会禀明家主，为你全力疗伤。谢二小姐恩典。这位师兄不知该如何称呼，我在府里怎的未见过？小姐，沈兄是内城梅院弟子，云衣岛新任巡使，奉镇守大人之命，护送小姐归家。梅院，莫非是长云县4大武道天才之一江青红江女侠所在的武馆？正是在下师姐。哇，难怪沈师兄单枪匹马便能杀尽陈剑阁悍匪。等回家，我定要向娘亲禀明，为沈师兄记上头功。呸！我当是什么深藏不露的高手，闹了半天不就是个拿主家银钱卖命干护院，跟本少爷府里养的那些看门狗有什么差别？晋升。阁下前憋气这么久，也不嫌憋闷，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一惊一乍的装神弄鬼。是曲不识？什么？他是屈不识？陈剑无实当家？不可能，他怎会在此地？小子，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破我在水底的。去地府问问那3个废物吧，是他们告诉我的。杀了他们，不然呢？找死！身法，好小子，交出身法秘籍，老子饶你不死！36路崩天腿，天玄鹰劲，玄鹰裂骨，以伤换伤，找死！不好！这是断体功法。好，不愧是四面魔那疯婆娘的徒弟，这手爪功没白学。四面魔，这是师傅的魂号吗？不大好听。可惜，你今日注定要被老子扒皮抽筋。沧浪掌，好凌厉的威势，这根本不是明力武者能打出的攻击。掌势，这是掌势！沈巡使小心，此招需上乘功法登峰造极，化金刚劲炼神方能使出。他明镜中期靠玉珠强行催动，后气血撑不久。你闪避拖延，他顶多再出2、3掌。牙尖嘴硬的小贱人，等老子拍死这小畜生，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先将惊鸿游龙推演至圆满，此刻绝不会这般被动。屈不识靠玉珠催动掌力，此珠水气浓郁，属水一宝，恰在我千狐雕克制范围之内。怎么回事？
我命休！死了，曲不识就这么死了。此地不宜久留，走。沈巡使，如今可是已经突破炼蛊境了。继续。敢问巡使今年多大年纪？巡使今年刚过17。沈巡使，在下长水县人士文边，方才若有冒犯之处，还望巡使海涵。无妨，这才是常态。正经人出任务，谁会随身带着功法秘籍？巡使，曲不识这狗贼在县衙里可是明码标价悬赏30两银子呢。沈巡使，这曲不识可否不要交于县衙？巡使，县衙通缉曲不识赏银微薄，不如交由我季家处置。我给的酬劳远超30两，也能祭奠我关南堂兄。况且，沈巡使孤身斩杀曲不识之事，最好莫要对外声张。陈建窝睚眦必报，若是知晓是你下的杀手，恐会招来无尽报复。今日之局，若被陈建窝发现，便由我季家出面一力承当便是。那在场这些人，沈兄放心，他们会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此地凶险，不可久留，大家上船，趁天黑前速速离去。此子当真了得，回去定当禀报阿姐。对于这沈修涵，继续再加大投资筹码才行，势必让他对我季家倾心。还是年轻了些，不晓得打扫战场，免得被人看出痕迹。请。万万不可！此番属下没帮上忙，还拖累了巡使。拿着，这段时日好事将要，主家与镇守那头，我自会去通报。银子是我赠你的，与主家赏的不冲突，拿回去买些肉食补补身子。多谢巡使。复学珠为吊海楼4大传承器引擎妙器。情报1：入水可自在呼吸前行，水下事物清明，修炼玄冥冰煞覆海真经速度大增，催动水系武学，能爆发超出自身境界的威力。玄冥冰煞覆海真经名头凶悍，奈何覆海珠只做辅助，并无功法传承，与我形同虚实。唯独第3条功效极诱人，曲不识凭此以名气跃境宁掌事。又是吊海楼，这3个字近来听得太多，几乎已有些应激。这势力神神秘秘，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般，任我如何探听，却连半点线索都摸不着。我如今掌握的武学中，与水系沾边的唯有一门千湖调，可千湖调乃是垂钓奇技，能催出个什么事来？钓式吗？持此灵气入水，可无声无息，来去自如。吊海楼那位真传弟子陨落之地，恰在陈建渡附近，有了这复形珠傍身，说不定能……算了，多想无用，一切等回了云翳岛再说。情报3：遭云翳岛甲队巡使鲁牙泄露，经白家转交陈建悟，被曲不识等人得知。内鬼是鲁牙，他是白家的人。已经知晓了吗？季文果然料理了后事。王能死前说我不止出入练血，我早疑心云翳岛有奸细，也曾怀疑鲁牙。奸细虽是他，背后却不是我预想之人，乃是白家。白家安插人手入季家，还勾结陈建铺，其中必有隐情。沈巡使留步，可算找着您了。说前家主急召您过府一叙。家主，巡使是大好事儿。带路。沈公子，多日不见，着实出乎老朽意料之外啊！家主，沈巡使到了。进来吧。在下沈修涵，见过季家主。这位便是力挽狂澜的沈巡使。在下沈修涵，见过季家主。不必多礼，
不过你说我是该叫你巡使呢，还是公子修寒，又或者是小六呢？你师父不曾与你说过我与他的关系吗？未曾。哦，是他的性子。我与你师父相识4年有余，他昨夜还在我这里呢。原来如此，师父与季家主相识，且关系很亲近。小六，若你愿意，唤我一声季姨便是。季姨，叙旧的话来日方长，咱们说回正事。南乡府之行凶险万分，你护住雪儿、瑶儿周全，更将屈不识这沾满我季家子底鲜血的悍匪斩于刀下，我季家自不会亏待于你。季中，这银票中的50两是你斩杀屈不容的赏钱，瓶中所装是6粒碧血丹，其中5粒同样是这次任务赏赐。至于剩下1粒，连同那10两银票，一并结清你当差的月钱与丹药份例。谢季姨厚赐。小六，这几日在路上耽搁了不少功夫，先歇息几日再上岛吧。季宁会补齐你月息里的药膳肉食。修寒明白。可还有其他事？是有一件事，不过多是猜测，并不确定。此番凶险，乃是因为我们的情报被人出卖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内鬼是甲队巡使鲁牙。此事我自会处置，你不必再插手。有7、8双张制糕点。好一碗铺盖面，汤头鲜亮，面片筋道，说咱长云县第一面也不为过。刘兄，我没骗你吧？别看铺面小，一人抱个海碗低头嗦面，我一看这架势就晓得味道错不了，着实不赖，这趟没白跑。掌柜的，来碗面。好嘞，客官您先找座，面马上出锅。母亲半生操劳做针线浆洗，素来怯懦拘谨，如今做了老板娘，待人益达从容，底气足了，性情也开朗许多。客官慢，娘，生意不错呀。净拿娘寻开心。大郎，这次回来可是赶上休沐了。能歇个2、3天，过后还得回岛上当差。2、3日也好，也好。你先吃着，娘去把后厨锅碗拾多了。今日提前打烊。娘，默默呢？在后院耍呢。咕咕嘎嘎，还有鹅哥要像默默一样大口吃饭饭哦，不然长不高没力气帮蝈蝈打坏。蝈蝈，你回来啦！回来了。小馋猫，看看这是什么？桂花糕，是张记的桂花糕，对不对？蝈蝈默默想吃。好，哟，破壳了！蝈蝈，小鸡是昨天从壳壳里头钻出来的，默默给它们都起了名儿，这个叫咕咕，那个嘎嘎，最旁边那个叫鹅哥。默默，你这名字起得真好。大郎，你在岛上可好？岛上光景不错，我只需巡视一番即可，其余时间下湖摸鱼、休息武道都由我自己安排。蝈蝈，我也想去岛上摸鱼。默默，不要闹腾。默默，下次休沐时，我给你带岛上的大鱼大虾回来。好耶！我最喜欢蝈蝈了。